你找我？我叫柳如烟，是你的未婚妻，但你更要知道，我这一身衣服16万8，项链170万，这些你给不了。想多了，我没想给你。你的意思是打算出狱后吃软饭？用不着。把那个东西拿过来。管教拿了一个盒子，而里面赫然是9张婚书。看到这一幕，柳如烟顿时瞠目结舌，而且隐约间她看到一张婚书，女方叫林有薇，天海首富之女就叫林有薇。这张是你的。你是诈骗进来的？若非诈骗，你凭什么有这么多婚书？一定是花言巧语讨女人欢心，骗取钱财。你没有理会，直接起身离开。回到监区，你看着婚书一头黑线。 9个婚约，再有人来退婚，烦都烦死。不如主动出击，先把婚退完再回来。想到这儿，你拿起盒子快速离开监区。轰隆，那扇足有8米高、20米长、重达万斤的电磁门再次被你一脚踹飞。几个小时后，你登上了前往天海市的飞机，可偏偏冤家路窄。你刚走进机舱，一抬眼就看见了柳如烟，她同样也看到了你，满脸错愕。你出狱了？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我们的身份根本是天差地别。 你别再缠着我了，现在立刻下去！这家伙刚出狱，就跟自己坐上同一班飞机，这不是故意跟踪，还能是什么？你脑子有毛病，得赶紧去治。你！柳如烟气得牙都快咬碎了。先前见你利落，拿出婚书，她还觉得自己高看了你几眼，谁知道你竟然是个无赖。没过多久，飞机缓缓降落，柳如烟第一个站起身，走到你面前，压低声音警告：“人得有点自知之明，别再跟着我，不然我不介意让你见识见识我在天海市的地位。”这时，空姐开始核对座位号，走到你面前，态度无比恭敬：“尊贵的陈先生，请您下飞机。尊贵的陈先生，请您下飞机。”这家伙明明刚出狱，怎么转眼就成大人物了？嗯，我？你自己也是满脸发懵。记忆里，你在天海似乎也没什么熟人。没错，就是您。你稍微琢磨了一下，随后起身走下飞机。刚进机场，就看到一个魁梧的中年男人快步迎来。在下神龙殿13堂主张康鼎，欢迎陈先生驾临天海。要是让天海的人看到这一幕，估计下巴都得惊掉。这位张康鼎可是被称作地下皇帝的狠人，更别说他还是神龙殿13堂主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创立了神龙殿的人，势力通天。唉，这帮人真是越来越会整活了。把人都撤了，送我去找林有薇。柳如烟落在最后，心里越发不安。她一把拉住空姐，顺手塞过去一个礼品盒，压着声音追问：“能不能告诉我那位陈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封锁机场的人又是谁？”陈先生的身份我确实不清楚，不过我听说封机场的人好像都穿着统一的中山装。中山装？哪个部门会穿这种制服？这家伙该不会是越狱出来的吧？穿中山装的人是不是在隐藏身份抓他？对，肯定就是这样。这下总算不用怕他再找上门纠缠了。西郊庄园，这里正是天海首富林震南的住处。门外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林震南的女儿林有薇年前患上了怪病，每天都昏昏欲睡。最近请来一个高人，说他得的是相思病，必须等有缘人来唤醒。所以全城的未婚男人都赶来了。这老头子给定的都是什么婚约？柳如烟那边主动退婚，林有薇这边居然还因为等自己得了相思病，等那老头回来，非得跟他好好算账。吉时已到，开门！你先回去吧，我进去看看。穿过庄园，一路来到别墅客厅。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坐着满脸疲惫的林震南，左手边还站着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。顾大师，开始测有缘人吧。老者神神叨叨地念了几句咒语，紧接着吩咐众人划破手指，往碗里滴上一滴血。在场的人立刻迫不及待划破了手指，毕竟谁要是真成了林有薇的有缘人，这辈子可就彻底飞黄腾达了。哼，看到这一套流程，你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所谓测有缘人，讲究的是合八字。你拿血来测，
这是把他当滴血认亲了。你笑什么？林志南一下子就暴躁了起来，他本来就烦得不行，你这一笑直接把他的火气彻底点着了，唰，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你身上。所谓测有缘人，讲究的是合八字，你拿血来测，这是把他当滴血认亲了。你笑什么？林志南一下子就暴躁了起来，他本来就烦得不行，你这一笑直接把他的火气彻底点着了，唰，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你身上。你语气平淡，我笑这个法子不但找不到有缘人，反而还会让病情越来越重，甚至让他直接陷入昏迷。当然，如果真把液体放干，没准还能把他熏醒，简直哗众取宠。敢对病情胡乱智慧，你真当自己是神医？还真没错。惊蛰时的蛇皮，2年的春蚕，当年的公鸡头，再用5月雪来熬，保准药到病除。惊蛰上哪儿去到蛇皮？春蚕怎么可能过冬？5月又怎么会有雪？林叔叔，这小子刚进门就拼命表现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派货色，快把他赶出去！不过是跳梁小丑的胡言罢了。林先生难道连这点分辨力？林先生难道连这点分辨力都没有？我只看他一眼便知道，他这辈子和小姐没有半点缘分，让他滚出去！老瞎子，你凭什么断定我和林佑威没缘分？这小子装神弄鬼没装成，居然还想硬着头皮狡辩！小子无礼！这可是我请来给女儿治病的高人，岂容你侮辱？古大师却抬起手示意众人不要动，随后一步步走到你面前。老夫虽谈不上多了不起，却也苦学了50年。3岁开蒙，8岁入师门，16岁便能一眼断人命数、阴阳风水、奇门吉庸，我都能一眼看透。我观你面相，便知你与小姐无缘。你竟敢骂我是瞎子！不瞎的话，就把眼睛睁大点看，这也叫没缘分？魂术！古大师猛地瞪眼看去，当场僵在了原地。男方陈凡，女方林有薇，林志南也快步走了过来，看到婚书，顿时满脸震惊。这老爷子当年说的竟然是真的！记得父亲临走前确实提过给女儿定过一门娃娃亲，虽然记着，却从没当一回事。你把婚书收了起来，神情依旧淡定。老瞎子，你继续吹，刚刚吹到哪儿了？青年死死瞪着你，眼神像是要喷火。他分明就是个骗子，快把他轰出去！林志南神色很是复杂，随即缓缓开口：这婚书确实是真的。虽然这门婚事是我们林家定下的，但如今时代变了，婚事还是得看佑威自己的意思。你先滴血吧，等佑威醒过来再说。不必测了，我这次来就是退婚的。婚书你自己收着，我先走了。那张药方就当退婚的补偿，记得收好。连天海首富家的女婿都不要，也太狂了！整个大厅一下就炸了。林志南自然没把你的话当回事儿，转身就和古大师继续滴血测人。可一连测了快10个，林佑威还是没有醒来。到最后，林佑威甚至睡得更沉了。看到女儿这副模样，赵雅兰也急得不行。林志南猛地想起你刚才的话，快去找惊蛰时的蛇皮，2年的春蚕，当年的公鸡头，再用5月雪熬成汤药。没多久，药汤就端了上来。林志南亲手为林佑威喝下，才喝了2口，林佑威就缓缓睁开了眼。林志南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快把陈凡请回来！另一边，你刚走出西郊庄园，就已经盯上了下一个退婚对象——顾云溪，地京人。不过你打算先找个地方填填肚子。路过一间半开着的包厢时，你余光随意一扫，里面有个人，正是柳如烟。怎么走到哪儿都能撞见他？不过你也懒得多想，直接在大厅里坐了下来。包厢里，柳如烟端起酒杯：“王总，这杯我敬您。希望这次原材料供应，您能优先考虑柳氏，我们一定把品质做到最好。”以后再说吧。柳如烟脸上的笑顿时一僵，心里越发着急。她才刚刚接手柳家，急着拿业绩来证明自己，而眼前这个人偏偏又至关重要。她试探着开口：“王总，您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？只要我能帮上忙，绝不推辞。王总，您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？只要我能帮上忙，绝不推辞。”你行啊，今天下午地京顾家的小姐要来天海。你要是能让我见她一面，别说这次合作，以后所有原材料都给柳氏。顾家，那可是他根本够不到的存在，他上哪儿去找这种门路？顾家小姐一下飞机就封锁机场，这种排场咱们这辈子都见不着。是啊，那种层级的人物根本碰不到。听说顾家小姐长得跟天仙一样，真正的倾国倾城。柳如烟听着众人的议论，仔细回想了一下。王总，你们都弄错了。下午封机场不是因为顾家小姐到了，是为了抓逃犯。
抓逃犯！众人全都愣住了。柳如烟点了点头，把机场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原来如此，竟然只是个不入流的小瘪三，我还以为是顾小姐亲自到了，害我白白郁闷了一下午。其他人立刻顺着这话往下接，这种小人物也值得王总费心。我在监狱里也有熟人，我去打听打听他被关在哪儿，找人直接整死他。柳如烟听到这话，心里又是一紧，想着你在里面的日子怕是不会好过。可转念一想，这不全都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就在这时，他的电话响了。柳如烟起身往外走，刚一出门他忽然尖叫了一声，包厢里几个人听见动静，连忙冲了出来。刘总怎么了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柳如烟像是根本没听见他们的话，两只眼睛直直盯着大厅角落。陈凡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低声嘀咕了一句，我就想安静吃个饭，心里也是一阵烦躁。他在这儿也就算了，怎么还非得跑出来？明明饭都还没吃饱，你也懒得理他，直接放下筷子起身就走。站住！柳如烟这才回过神，气得牙关都快咬碎了。她几步冲到你面前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别再跟着我了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原来是个死缠烂打的舔狗，还一路跟踪人家，难怪人家的反应这么大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跟踪你了？让开！刘总，这小子是什么人？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机场被抓的逃犯，谁知道他怎么又跑出来了？逃犯？这人竟然是逃犯！整个饭店瞬间安静的若真可闻。王总更是浑身发僵，跟逃犯动手，这不就是找死吗？你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也生出几分火气。不过见周围那些人也不敢嚣张，你也懒得多费口舌。站住！你必须答应我，以后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门。你倒是说说，打算怎么让我出不去？柳如烟被你看得后背发凉，脑子里猛地想起你是个罪犯，真要急了，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可他绝对不能在这时候认输，今天要是服软了，以后还拿什么立足？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喊。今天要是服软了，以后还拿什么立足？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喊。刘总，快给你的巡捕朋友打电话！我可不认识什么巡捕，真不认识。这电话要是真打出去，还没等朋友赶到，只怕自己先被收拾了。傻子才会打。张总，你不是在监狱里认识很多朋友吗？没准就有他老大。万一自己说出来的人刚好是这位大神的死对头，不认识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柳如烟脸上瞬间火辣辣的，目光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，眼底满是求助。可在场的人全都躲开了他的视线，让他们帮忙对付一个逃犯，谁敢呀？他还是不死心，最后把全部希望都压在王总身上。毕竟在场的人里，就属他最有能耐。王总心里已经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可脸上还得硬挤出一抹笑，那笑比哭还要难看。小兄弟，刚出来正准备找活干吧？我这边正好有个差事，月薪5000起步，要不要考虑一下5000。监狱里那些人为了少挨我一拳，起步都得拿出100万。随后你语气淡淡，滚！王总几个人的脸一下涨得通红。柳如烟一看这场面，顿时咬着牙冲你怒吼：你装什么呢？别以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这可是现实，不是小说。今天我先放你一马，但下次要是再让我撞见你，我一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你想让谁后悔一辈子？众人齐齐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老者带着6名保镖，迈着大步走了进来。王总几人刚看清那老头，瞬间吓得浑身发颤。来的正是守福林镇南身边的管家福伯。王总立马堆满笑脸迎了上去。福伯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福伯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直接走到你面前，深深弯腰。陈先生，让您受委屈了，这里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敢威胁林先生的贵客，简直找死！柳如烟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像是被雷劈中一样。王总几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小子居然是守傅家的座上宾，立刻跪下给陈先生道歉，不然我让你柳家在天海彻底除名。算了，看在当初是你主动退婚的份上，我给你留一次机会。找我回去做什么？林先生想请您回去一趟。你想了想，反正今天一时半会儿也走不成，那就回去看看。你不是说他是逃犯吗？那他怎么又成了首富的贵客？要是我们因此被人报复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拿我们当猴耍呢！柳如烟一时间百口莫辩，脑子里彻底一片空白。他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了首富贵客？就在这时，王总忽然变了脸。刘总啊，咱们合作的事儿当然没问题，不过你得请陈先生来当这个中间人。西郊庄园内，林振南满脸红光。有位，这位就是你的未婚夫陈凡。他不是，爸，
我说过这辈子不会嫁人，你别逼我。巧了，我也没打算娶。林震南的脸色顿时难看得像吞了苍蝇。小凡啊，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没有父母，从小就是被师傅带大的。师傅出门远游3年了，还没回来，所以这次是我自己过来的。无父无母，我还以为他是什么大家族出来的。那你这3年都是怎么过的？3年前你为什么没来找我们？师傅让我在监狱里等他。监狱里出来的，能有什么好人？他也配？有为啊，你生病的这1年，徐宝石可没少来陪着你，以后你可得对人家好一点儿。老公，最近帝京顾家的小姐要来天海投资，你得提前多做准备，争取搭上顾家这条线。走，去书房商量准备吧。林震南当然明白妻子的意思，他这是想亲自来做这个恶人，把陈凡从这里赶出去。原本还以为陈凡来头不小，可更让你意外的是，居然会这么巧。你试探着开口：“赵阿姨，帝京顾家的那位小姐是不是叫顾云溪？”赵亚兰像夺瘟神一样，连忙往后退了2步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叫我，我跟你不熟。听到这话，你皱了皱眉，果然不管多大年纪的女人都一样善变。这里是100万，立刻拿上滚蛋！以后别再让我听到半句你和林家有关的传言。你瞥了眼银行卡，突然就笑了，脑海里闪过师傅说过的话：常与同好争高下，莫与傻狗论短长。是我跟你们林家没有关系。还有，穷本来不是你们的错，可穷到不自知，那就是你们的错。这100万你留着吧，赏给你了。你直接起身离开，可才走出去几步，天空猛地炸开一道闷雷，外头瞬间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赵亚兰气得脸都白了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里。她可是天海市首富的夫人，竟然还有人敢说她穷。要不是顾及你坐过牢，还一身戾气，她非得亲手抽你2巴掌不可。给你10分钟，滚出我家，不然我就叫保安把你丢出去。你懒得回应，摸出手机拨通了张扛鼎的号码，叫他过来接你。就在这时，楼梯那边传来动静。林震南一脸尴尬的下了楼，他是真怕妻子把你彻底惹毛。身为首富，犯不着跟这种小瘪三正面硬碰，沾上你也恶心。于是他缓声开口：“小凡，这就要走啊？外面雨下得这么大，要不我让福伯安排车送你？”不行，就他这种蹲过大牢的混混，能认识什么像样的朋友？别把我们家的车给弄脏了。老爷，张扛鼎先生已经到门口了。张扛鼎来的可真巧。你那朋友说不定还真认识他呢。陈凡这个刚出狱的小瘪三，竟然还喊狱友来接。放眼整个天海市，坐过牢的有几个不是张扛鼎手底下的人？等你那朋友一来，看到张扛鼎，只怕当场就得下软腿。你只是冷冷一笑。听见这声冷笑，赵亚兰气得直咬牙，林震南脸色也沉了下来。这小子实在太狂了，待会儿非让张扛鼎好好收拾他不可。正这么想着，福伯已经把张扛鼎请了进来。林震南立即惨笑着迎上去。欢迎张扛鼎先生大驾光临。张扛鼎也面带笑容，刚抬起双手准备抱拳回礼。不用搭理他们，我看着就恶心。赶紧开车，我1秒都不想在这儿多待。这话一出，林震南和赵亚兰全都愣住了。这种场面哪轮得到你插嘴？而且你说的又是什么鬼话？两人刚要发作，张扛鼎却吓得浑身一颤，立刻撑开伞在前面引路。是小的知错了，陈先生这边请。林震南和赵亚兰直接僵在原地，脑子里像是炸开一阵阵闷雷。张扛鼎居然是来接陈凡的，这位地下皇帝竟在陈凡面前自称小的。老公，陈凡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赵亚兰惊恐地问。一想到自己刚才对你的态度，她就后背发寒。我也不知道。林震南崩溃道，刚才的一幕简直颠覆认知。大名鼎鼎的张龙王什么时候对人这么恭敬过？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随即快步冲向林有为的房间。坐进车里后，张扛鼎小心翼翼地看着你。要不要动林家？随你。你漫不经心地看向窗外，顺手给典狱长发了条要房子的信息。很快对方就回了消息。典狱长发过来的手机信息：监狱里那个号称打工皇帝的经济犯在天海有套别墅叫云顶天宫，听说那还是天海最顶级的别墅。经济犯。你这才想起在名都监狱时，你随口说过一句让他吃1个月饱饭，没想到他居然一直记着。推开别墅大门的一瞬间，你敏锐地捕捉到楼上流水声和若有若无的幽香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那位打工皇帝提前安排好的。不过只是来这里借住几天而已，这家伙还真会拍马屁。你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打算等他洗完澡就让他离开。师傅说过，没有他的允许不能随便丢了最初原样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你下意识抬头看去，可看清楼梯上的那一幕时，整个人都像挨了一记闷棍。楼梯上正站着一个女人，皮肤嫩白，五官立体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心里忍不住骂：这经济犯是不是马屁拍过头了？你猛地又把头转回来，喉结不停滚动。穿好衣服赶紧滚！盯着你眼中一阵阵杀机翻涌。几秒过后，只听浴袍带子擦过楼梯，扶手嘻嘻机的远去了。你这才重重松了口气。过了一会儿，你怎么还穿上睡衣了？我不需要服务，你赶紧走。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呢。弟弟，
你这是害羞了？你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，紧接着恨不得当场找条地缝钻进去。嘴上再怎么强硬，终究还是没经历过男女之事，更别说还是第一次这样直面女人，根本控制不住。你只能硬着头皮开口：少废话，赶紧走！可这里本来就是我家，你不需要服务，可我需要啊。弟弟，看你这样子，不会连女人都还没碰过吧？要不这样，今晚好好伺候姐姐，姐姐就让你做云顶仙宫的男主人，怎么样？你家？这不是那个打工皇帝的房子吗？怎么又成他家了？难不成他是那位打工皇帝偷偷养着的金丝雀？倒也不是没可能。也可以变成我们两个的家。弟弟，先上楼去洗澡，我等会儿就来。被女人这么一碰，你的心跳顿时乱了，又听见她发出亲吻声，你只觉得整个人都快炸开了，心里把那个打工皇帝狠狠骂了个遍，把他憋成这个样子。你转身就朝楼上狂奔而去，不是你动了心，而是想用冷水让自己清醒。记得洗香一点，在床上等我哦。说完，他转过身，脸色瞬间一冷，拿起电话就把保镖叫了过来。5分钟前，有个男人进了别墅，他现在就在楼上。是属下失职了，仅此一次。女人随意摆了摆手，把他带走，别伤着人，也别让他乱说。明白，谢小姐。4人立刻快步冲上楼。浴室里，你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，心头猛地一紧，连忙抓起浴巾握住身体。你是谁？小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时间，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。你找死！女人听到动静，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。这几个人可都是父亲精挑细选出来的高手。你到底是谁？来这里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叫陈凡，是打工皇帝的狱友，刚从里面出来，借住几天。不过既然你在，明天我就走。蔡成阳，原来你是成阳的朋友啊！你早说啊，我还以为家里进陌生人了。弟弟，你下手可真够重的，你不会一直都这么有力气吧？这女人简直就是个妖精，说话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诱惑。朋友齐不可欺，你别打我的主意，我明天就离开。小坏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心里明明惦记着姐姐呢，不是吗？明晚8点，我顾云溪要宣布合作伙伴。随着这通电话打出去，整个天海都沸腾了。卧室里，你沉沉睡了过去。林有为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号码？这不重要，半小时内来天溪马场。不去。你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。一来你不爽他这种命令口吻，二来你觉得这事儿毫无意义。你说什么？身为首富千金，又是天海第一美女，她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拒绝过。不去。你又冷冷重复了一遍，随手就把电话挂了。缘分走到头，也该有个句号。就当给这场婚约画上句点，我等你。有病！弟弟，姐姐刚刚听见你说话了，我可要进来喽。顾云溪那撩人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。这是在主动欢迎姐姐吗？被他这么一盯，你顿时头皮发麻，下意识把被子裹得更紧，你几乎崩溃的开口：“你别这样，我还没睡醒呢。”正好，我也没睡醒，姐姐抱着你一起睡。你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，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别过来！瞧把你吓的，姐姐又不会吃了你。行了，不逗你了。今晚有个宴会，你陪我一起去，不准拒绝。你打伤了我的保镖，必须陪我去。行，你现在可以出去了。我才不出去，姐姐还要陪你睡觉呢。过来，让姐姐抱抱你。你被吓得直接落荒而逃。半小时后，天海马场四周的人群都在低声议论。听说顾家大小姐今晚要办见面会，这事儿我早就听说了。要是能跟顾家小姐搭上合作，那可真算是抱住了大腿。有为，要是我没猜错，顾家在天海的合作对象一定是你家。把你弄上床，我看你还怎么装高冷。对了，有为，虽然我不知道那个陈凡是什么来路，但他根本配不上你，像个走街串线的下三滥骗子，随便给点钱打发了就是。你妈没教过你别在背后嚼人舌根吗？听到这话，众人纷纷回头。徐宝石一看到你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他还以为林佑威约自己出来是为了感谢，没成想你也来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这么跟徐少说话？不说话是默认你妈没教你吗？还是说你压根就没有妈？这话一出，在场众人瞬间脸都白了，因为徐宝石的确没有母亲，这正是他最大的逆鳞。我弄死你！不要！
林佑威被吓得惊叫出声，他今天过来本就是想试探你的身份，要是你挨了打，一怒之下走人，他还怎么继续试探？抽他，抽死他！其他人也跟着大声起哄。下一刻，只见一道身影倒飞出去3米远，重重砸在地上。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徐宝石。说吧，这件事怎么收场？你太野蛮了，动手打架那是下等人才会做的事。你凭什么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？更何况明明是他先动的手。徐宝石捂着胸口，脸色惨白的从地上爬起来。他心里清楚自己打不过你，于是就想从别的地方把场子找回来。姓陈的，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这里是马场，就比骑马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就趴在地上给我当马骑10分钟。傻狗少在这乱叫，真把我惹急了，连你一起踹。把我那匹价值1200万的汗血宝马牵出来！姓陈的，你到底敢不敢比？看他这一身寒酸样，估计这辈子都没骑过马吧？这可是贵族玩的运动，他8成连怎么骑都不知道。好，我跟你比。我倒觉得你应该跟他比一比，也好证明你不只是会打架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我觉得根本没必要比。你神色始终平静，本来还以为他能说出点什么，闹了半天，结果就是这种小孩子把戏，简直是在侮辱人的智商。于是你懒得再理，转身就走。站住！这里面有200万，只要你敢跟我比，这钱就是你的。行，那就比一场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？要是我输了，我也趴在地上给你当马骑10分钟，怎么样？谁要是不肯履行赌注，谁就滚出天海。行，这个提议不错，有佑威当裁判，谁敢不认？显然都觉得你输定了，徐宝石脸上的得意更浓了。随便挑一匹马，我都可以借给你。不用，我更喜欢直接把赌注兑现。直接兑现赌注，这是打算认输了吗？哼，昨天还听说他连100万都肯要，挺有骨气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嫌钱太少。就在这时，那匹汗血宝马发出一声长嘶。这匹马他养了3年，早就已经驯服了。给我停下！老子还要比赛！可他越是抽打，那匹马反而跳得越凶。见到这一幕，你嘴角微微扬起。这些年，你跟着师傅在山里骑的都是老虎黑熊，区区骑马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这时，你又弹了一个响指，听到这声音，那匹汗血宝马顿时跳得更疯了。更让他们震惊的一幕就出现了，那匹汗血宝马竟然朝着徐宝石走了过去，前腿一弯，直接骑到了他身上。向来都只有人骑马，可现在居然变成了马骑人。你搞的鬼！你猜？我懒得骑它，就让马替我来。裁判，记住，是10分钟，给我看清楚了。说完，你转身就走，众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谁也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种本事。滚开！徐宝石怒吼着，拼命想把马推开，可这匹马足足2000多斤，他根本推不动。他躺在地上看着你越走越远，心里的怒火疯狂翻涌。你给我回来！比赛还没开始呢！林佑威咬了咬牙，神色复杂的开口：“他连你的马都能控制，这场赌局你已经输了。”话刚说完，他脸上竟浮起一抹绯红，随后急匆匆的转身离开。一个个全都看傻了眼，这马居然对徐宝石有兴趣。另一边，你已经走出了天海马场，迎面看到一个人走了过来。等一下！柳如烟红着脸喊住了你。昨天听了王总那番话后，他觉得这是个机会。我在里面，你在外面，难不成这次又是我跟踪你来马场？这次是我专门来找你，我有事想求你帮忙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居然也会有求你的一天。没空。这里面有20万，跟我去一趟。虽然你现在骗住了林佑威，可总有一天他会清醒过来把你踹掉。你还是该替自己的以后打算打算。听到这话，你顿时哑然失笑。这里的人怎么一个个都喜欢拿钱砸人？于是你顺手把刚才徐宝石那张卡丢了过去，这里面有200万，拿着钱离我远一点。200万！紧接着他整个人都快气炸了。我不婚约，这次就当我求你，只要你肯帮我，除了退婚时答应帮你的3次之外，我额外再帮你3次，算我求你。你微微皱起了眉，下意识打量了一下他的气色，看着也不像得了绝症，顶多就是有点月经不调。就看在婚约的情分上，帮我这一次，你只要陪我去见王总就行。原来只是去见个人，行吧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好，我的车停在这边。柳如烟顿时喜出望外，连忙走到玛莎拉蒂前，像司机一样替你拉开车门。林有为也从马场里追了出来，他还想弄清楚你的真实身份。怎么样，查清楚了吗？电话那头，林振南的声音很是急切。他应该没什么身份，为了200万，他又折返回来了。
随后他把刚才发生的经过全都说了一遍。西郊庄园里，我还以为他背景有多深，结果为了区区200万就能回头比赛，闹了半天，昨天不过是嫌我给的太少。赵亚兰越想越觉得可笑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应该是在监狱里认识了张龙王，又或者曾经救过张龙王，根本没多大本事。原本还想着靠他拿下今晚和顾家的合作，现在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可林震南却并不这么认为，能让张龙王低头臣服，恐怕不只是人情这么简单。与其在这瞎猜，不如直接去问张龙王。他想到这里，直接拨通了张扛鼎的电话。张龙王，我是林震南，实在抱歉打扰您了。什么事？是这样，其实小女和陈凡有婚约，可我也是头一回见陈凡，对他的情况并不了解，不知张龙王能不能简单说说？他们居然是一家人，怪不得昨天陈凡说随意，要是贸然动手，后果简直不敢想。原来如此，震南兄，说真的，我也不清楚陈先生的真实身份，只是有位朋友托我照应他。张扛鼎自然不会提店主，神龙殿的身份绝不能泄露。朋友，林震南立马猜到这位朋友肯定位高权重，不然张龙王怎么会是这种态度？可陈凡又是怎么结识的？这位朋友是不是坐过牢？对，现在还在里面。原来如此。你看吧，我就知道陈凡就是个小瘪三，厉害的是别人。他在监狱里待了3年，没准天天给人刷厕所巴结人呢。说到底，陈凡还是没什么本事，不过是个狐假虎威的小瘪三。等等，这时张扛鼎听见赵亚兰的话，满脸惊愕地问：“你们说什么？陈凡坐过牢，而且才坐了3年？”另一边，你在茶馆见到了王总，王总态度极其恭敬，又是弯腰又是鞠躬，满脸堆笑的把合同递给柳如烟签字。先生，今晚帝京顾家的小姐要办见面会，您会去吗？在他看来，你能成为林震南的座上宾，肯定是个大人物。他来了，你微微一愣，来的还真够快。当然去，而且肯定得去。只是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急，等到晚上看见你和顾云熙站在一起，再去套近乎，自然水到渠成。陈先生，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，晚上见。停顿了一下，王总又补了一句：“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力照看柳家的生意。”王总，我送送您。送走王总后，他忽然觉得你也没那么讨厌，甚至还觉得你有点小帅。真没看出来，你装的还挺像。你抿了口茶，诧异地问：“我装什么了？”去参加顾小姐的宴会呗，还一副当然去、必须去的样子。那种级别的宴会，连我都没资格去，更别说你了。你又不是林震南家的女婿，就算真是，也不过是个上门女婿，他们根本不可能让你进去。你做什么都是在装，连现在这副气场也是。听完这话，你一阵无语。这女人总是有种莫名其妙的自信，好像天是老大，地是老二，她排老三。你放下茶杯，起身开口：“忙也帮完了，我该走了。”柳如烟翻了个白眼，明显有点不爽。当然行，差点忘了，你还得回去给林佑威当舔狗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整个京海都知道，他没准只是高冷的没人拿得下，他没准是攒点钱吧，别哪天被他一脚踢开，连饭都吃不上。听到这话，你更是无语，转身快步离开。柳如烟连忙跟了上去。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你得记着。两人刚走出茶馆，嘎吱，两辆霸道猛地停在面前，车门齐刷刷打开，下来8个拎着棍棒的壮汉。柳如烟吓得连退2步。这群人里带头的是个光头，他并没有下车，而是稳稳坐在副驾。他摇下车窗，满脸都是鄙夷。你就是陈凡？对，你是谁？还没等光头开口，旁边一个壮汉就破口大骂：“你狗眼瞎了吧？连光头刘都不认识，还敢问？”光头刘听到这个名字，周围的人纷纷躲开。柳如烟也吓得脸色惨白。光头刘，你看着周围人的反应，满脸不解。怎么所有人都这么怕他？他很牛吗？柳如烟偷偷瞥了光头刘一眼，声音发颤：“何止是牛，他可是地下皇帝张龙王手底下的堂主。在地下世界里，那可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”噗！你直接被柳如烟这番介绍逗笑了。什么时候地痞混混也配用1人不下，万人之上这种词？见你发笑，旁边那壮汉顿时瞪圆了眼。笑什么？柳如烟又被吓得脸都僵了，急忙出声提：“别笑了，注意点态度。这些人可都是混地下世界的，手上还不知道沾了多少血，惹上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。”没什么。你收起笑意，看在张扛鼎这2天表现不错，也就多说几句。找我有事？找死！壮汉见你态度轻慢，举起武器就要砸下来。慢着！这时光头刘忽然开口，冷声喝道：“见了我居然一点都不怕，倒还算是条汉子。我这人最喜欢人才，给你一次机会，跟我混，当我小弟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”这话一出，其他人立刻跟着起哄。傻站着干什么？大哥给你机会还不赶紧跪下磕头？以后跟着大哥混，保准你吃香喝辣。柳如烟听到这话，嘴角不由抽了抽。她心里其实并不想让你和这些人走太近，可转念一想，要是你真进了地下世界，以后他遇到什么麻烦也能来找你。于是他也跟着劝：“陈凡，这可是你不用继续吃软饭的机会，赶紧抓住，快点拜大哥。”你淡淡瞥了他一眼，随后看向光头刘，语气平静：“想让我当你小弟也不是不行，
不过我劝你先联系一下张扛鼎，问问他敢不敢收我这个小弟。话音一落，四周瞬间安静下来。张扛鼎，张龙王，真是找死！那壮汉又一次举起手里的武器，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厉喝突然响起。光头刘抬手拦住壮汉，又仔仔细细打量了你一遍。一般人听到他的名号，早就吓得腿软了，可你却半点不慌，甚至还敢直接提张龙王。光头刘谨慎地问：“你认识龙王？”你神色平静地回了一句：“你问问他。”认不认识？四周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人果然有背景。刚才要动手的壮汉也有些发虚了，他难道真的认识张龙王？这时候电话接通，光头刘的态度也没了刚才的冷傲，语气格外小心。张会长，您这会儿忙吗？你快放！张扛鼎本来就有些烦躁，刚从林振南那里听到陈凡的情况，心情正差，连店主都称他是贵客，自己原本还以为他是大家族子弟，结果居然是在监狱刷厕所的。虽然店主交代过要照顾，但绝不可能亲自给他当司机，还把机场都封了，这简直就是羞辱。是，光头刘连忙应声，这边有个陈凡，他让我问您认不认识他？柳如烟心跳瞬间加快，如果陈凡真和张扛鼎认识，那生意肯定会顺利很多。谁？陈凡？张扛鼎一听到这个名字，顿时怒然起身，他心里本来就窝着火，没想到这家伙还敢往枪口上撞。他算个什么玩意儿，也配让我认识？他怎么会在你那里？光头刘压低了声音：“徐家公子徐宝石，让我废他2条腿。”张扛鼎沉默片刻，最终决定不掺和，以后店主要是提起，大不了再道歉。他冷声丢下一句：“废了他。”电话挂断，光头刘眯了眯眼，盯着你一步一步逼近。龙王怎么说？柳如烟急不可耐，说要废了你。光头刘的声音骤然冷了下来：“臭小子，竟然敢耍我！”光头刘整个人直接被抽飞，懒得听你废话。光头刘瘫在地上起不来，嘴里不断往外咳血。你转身看向柳如烟，带我去找张扛鼎。另一边龙庭 KTV， 这里是天海市最顶级的消费场所，也是张龙王名下的产业之一。D 字号包厢里聚满了青年男女，坐在正中间的徐宝石双眼通红，一杯接一杯的灌酒。他一直在等光头刘那边的消息。放眼整个天海，甚至整个马术界，人骑马是天经地义，可偏偏他竟然被马骑了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宝石哥，别再喝了，太伤身体了。旁边一个女孩小心翼翼地劝着，徐宝石抬手就是一巴掌。走，我用得着你来管？信不信我干你？那女孩瞬间噤若寒蝉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她连忙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：“事情我知道了，你先回来，晚上准备去参加顾小姐的见面会。”是。徐宝石猛地推开椅子，快步走出门。门外一辆玛莎拉蒂正好停下，看清从车上下来的人后，徐宝石顿时怒目圆睁。陈凡，他竟然没被废，光头刘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懒得搭理他，径直走进大厅。徐宝石死死攥着拳头，恨不得冲上去拼命，可他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对手。这时他的目光扫到了下车的柳如烟，顿时眼前一亮，立马换上了一副笑脸：“美女你好，你是陈凡的朋友吗？我叫徐宝石，天龙集团董事长徐天龙就是我爸，不知道能不能认识一下。”这身份一亮出来，柳如烟都愣了一下，随即激动回应：“徐公子您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柳氏集团总裁柳如烟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这时你已经来到楼上，看到天字号包厢门口站着2名保镖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张扛鼎就在里。你刚准备靠近，站住！保镖突然冷冷开口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我叫陈凡。保镖听到这个名字，隐隐觉得有些耳熟，上下扫了你一眼后开口：“等着。”随后转身进包厢汇报。包厢里张扛鼎正在中间放声高歌，见保镖进来，不耐烦地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龙王，门外有个叫陈凡的人来找您。陈凡？怎么又是他？张扛鼎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光头刘到底怎么办事的？明明让他废掉陈凡，居然还让人跑了，甚至找到了这里，让他滚蛋，就说我不在。明白。可就在保镖转身的时候，房门忽然被推开，你直接迈步走了进来。保镖当场厉声呵斥：“让你在门外等着，谁准你进来的？”你连理都懒得理，目光直直落在张扛鼎身上。你不见我，还让人废我。张扛鼎的脸色顿时更难看了，一个只做了3年牢的小角色，竟敢这样跟他说话。随后他抬了抬手，示意保镖别动手，冷冷开口：“找我什么事？说吧，我很忙。”果然态度已经变了，你平静的开口：“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，不想再重复，赶紧回答，我也赶时间。”张扛鼎瞬间怒火中烧，包厢的气氛骤然冰冷，他狞笑着开口：“别散，我肯照顾你，不过是看在你店主刷厕所的份上，我给你脸，你不但不知感激，反而还敢得寸进尺，你真当我张龙王没脾气？像你这种小人物，只配给小弟的小弟当跟班，谁给你的胆子跑上门来？”你这才恍然明白，不过也懒得解释。今晚等你去找顾云熙退婚后，离开这座城市，也不会再有交集。于是你随口道：“你昨天表现还不错，我饶你一命，从此两不相欠。”说完便准备离开。站住！张扛鼎几乎快气炸了。他堂堂地下皇帝，何时受过这种轻视？他不过是靠运气遇上店主才活下来的，也配？于是他杀气腾腾的开口：“小瘪三，我对你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，看在店主的面子上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，磕完头后永远消失。你要是敢去告状，我一定把你挫骨扬灰。要是我不跪呢？那我就追到天涯海角要干了你！”话音落下，砰！你身影一闪，没有半点花哨动作。张扛鼎整个人重重砸向5米外的墙体，还没等滑落，你已经再次到了他身前，单手掐住他的脖颈，狠狠钉在墙上。还想杀我？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根本没人反应过来。张扛鼎彻底懵了，脑海里犹如晴天霹雳，满脸惊恐地望着你。
这种压迫感，他只在店主身上感受过，不，就连店主都没给过他这种压力。他到底是谁？保镖见状也被吓得双腿发软，慌忙转身冲出门，按下墙边的隐秘按钮。叮铃铃，按钮按下的瞬间，整个天海市张扛鼎旗下的8家 KTV、20家夜总会、14家会所同时警报大作，26位堂主同时收到消息，数百名小弟第一时间抄起武器赶往龙庭。1楼大厅里，柳如烟正满面春风。刚刚和徐宝竹交换了号码，对方还说改天有空一起吃饭。要是真能搭上关系，有事的生意肯定还能更上一层楼。他正想着，忽然听到了刺耳的警报声，柳如烟顿时吓了一跳。直到这时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竟然鬼使神差的带着陈凡来找张龙王。这警报声到底怎么回事？紧接着门外又传来急促的刹车声，他下意识抬眼看去，只见外面一排车猛地停下，几十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拎着武器冲进去，直奔楼上。一想到你，柳如烟心头又猛了一跳，可他还是急忙往 KTV 外走。刚走出门，他就被眼前的一幕镇住了。马路两边一排排打着双闪的车辆呼啸而来，粗粗一扫，至少也有上百辆。紧接着，这些车的车门齐刷刷全部打开，几百名壮汉握着武器如潮水般冲进龙庭。可这一切还远远没结束，更多的车辆在马路上延伸的看不到尽头，一路闪着双闪，朝这边疯狂疾驰而来。柳如烟赶紧混进围观的人群里。听说张龙王这警报上一次响起还是10年前呢。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，难不成是那个人回来了？柳如烟紧张地问向身边的人：“大哥，这警报响起来是什么意思？”那人立刻摆出一副神秘模样：“我当年也是在道上混过，这警报一响，就说明有人威胁到了张楼王的安全。只要听到警报，所有堂主和小弟都会立刻赶来支援。你看看这阵仗得有2000人了吧，8成就是那个人。”柳如烟一听到威胁性命这几个字，整张脸都吓白了。难道是陈凡在威胁张龙王的命？他是疯了吗？柳如烟满脸都是惊恐，她根本不确定你还能不能活着出来。想了又想，她最终决定去找徐宝石帮忙。而包厢里你已经松开了张扛鼎，虽然你确实动过杀心，但师傅说过，杀人会损阴德，也会伤福报。于是你冷冷开口：“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”话音落下，你猛地一脚把张扛鼎踹出了门外。正巧这时20多位堂主已经冲到了走廊，看到这一幕，纷纷惊呼：“龙王！”此刻的张扛鼎全成一团不停的干呕，四周的堂主们焦急地围了上来，其中几人连忙大喊：“快扶龙王到后面去！”其余人则齐刷刷举起了武器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你从房间里缓步走出，目光扫过走廊里黑压压的人群，嘴角淡淡一勾。这种场面你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你不慌不忙地问了一句：“单挑还是群殴？”所有人都同时愣了一下。为首的堂主冷笑着攥紧了武器，主动站了出来：“行，我跟你单挑。”可你却神色平静地开口：“你还不够格。我说的单挑，是我一个人打你们所有人，至于群殴，就是你们一起被我打。”这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被气得目眦欲裂。为首的堂主瞬间一个人冲了上来：“黄口小儿找死！”说完抬手就是一刀劈下。你看着他，只是摇了摇头。下一秒，你猛然踢出一脚，直接把半空中的堂主踹飞出去，狠狠撞进了人群里。人群中顿时一片狼藉，数十米长的走廊眨眼就被横七竖八的人体塞满，没有一个人能站稳。张扛鼎原本正想坐电梯逃跑，却被眼前这一幕吓得双腿都软了，冷汗从他身上疯狂往下淌。这他妈还是人吗？你踩着满地狼藉的人堆，一边走一边笑。想跑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哪怕天涯海角，我也照样能找到你。张扛鼎顿时慌了神，裤腿已经湿了一大片，却还在强撑着镇定。你不能杀我，店主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听到这话，你的眼神骤然一冷，随后轻声吐出一句：“你嘴里的店主不过就是个给我刷厕所的。”这句话一出，张扛鼎如坠冰窟，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。刷厕所？难怪他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原来那是返璞归真。他没有半点迟疑，双膝一软，当场跪了下去。陈先生，我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给您当狗。看到这一幕，整条走廊顿时鸦雀无声。你也想起了监狱里那个求饶的孙连魁，给人当了2年狗，后来就保外就医了，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死没死。你不由得甩了甩头，目光再次落回眼前的张扛鼎身上。想让我原谅你也不是不行，老鳖过江会吗？他既然叫龙王，让他来个老鳖过江正合适。好几天没让人玩这个了，我还真有点想看。张扛鼎立马躺到了地上，两只胳膊从大腿下面穿过去，四爪朝天，用后背贴着地面一点点挪动，活像一只翻了盖的王八。这一刻的张扛鼎再没了半点地下皇帝的样子，他立刻挤出一脸谄媚：“陈先生，这样可以吗？”你看着他那副狼狈的模样，轻轻笑了笑：“学的倒还不错，不过你刚才可是想杀我，想让我原谅可没那么容易。”老鳖挪到1楼继续唱。迟疑了片刻，张扛鼎的嘴角狠狠抽了抽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楼下可站着数千名小弟，要是以这副样子下去，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可再一想到店主替他刷厕所的画面，他只能认命的边蠕动边唱，看铁蹄铮铮。张扛鼎就这么一路缓缓滚到了1楼，所过之处，那些小弟无一不是瞠目结舌。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下皇帝，居然会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变成这样，他到底是谁啊？张扛鼎狼狈的挪到了门口，满脸谄媚的问：“陈先生，您还满意吗？”你只是微微一笑，随后便准备离开。可张扛鼎还是不甘心的跟了上来，挤出一脸皮笑，肉不笑。陈先生，以后您要用车尽管叫小的，我还想给您当司机。
你这才猛地想起，来时坐的是柳如烟的车，可现在他却不见踪影，便随口吩咐去把车开过来。张康鼎连忙转身去开车，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人群里的柳如烟攥着手机，艰难地拨出了电话。徐公子，陈凡被困在龙庭，您能过来帮忙吗？他这会儿急得不行，已经走投无路，只能去找唯一认识的或许能帮忙的徐宝石。可接到电话的徐宝石心里却是一喜，认定是光头刘已经动手了，于是故意摆出不满的样子。怎么现在才跟我说？别急，我这就去找张龙王处理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得意地把手机塞回口袋，心里还在暗暗盘算：陈凡是死是活，关我什么事？不过柳如烟嘛，我会好好安慰你的。正想着这些，他的父亲徐天龙天海新晋豪门天龙集团的总裁走了过来。走吧，该去参加顾小姐的见面会了，打起点精神。据我所知，顾云溪小姐至今未婚。徐宝石顿时眼前一亮，意味深长地追问：您这话的意思是？徐天龙微微眯起眼，身上尽是成功人士的派头。在天海市能和我争合作的只有林震南，而顾小姐又是个女孩子，有90%可能会选我们。你要想办法和她拉近关系，懂吗？一想到要搭上顾云溪，徐宝石心里顿时热血翻涌。林佑威怎么办？他在林佑威身上耗了一整年，本以为借个真人就能顺利达成目的，谁知道半路出了纰漏。他实在不甘心，就这么算了。徐天龙淡淡一笑，这不算是，葛真人会请他师兄再给林佑威下咒，这一次绝对不会失手。按他的计划，林佑威会旧疾复发，徐宝石再趁势把他拿下，同时把和他的关系藏好，就算林震南知道了也没办法。对了，光头刘那边怎么样？徐天龙关切地看向他，徐宝石一脸得意。陈凡已经被光头刘堵在龙腾会所，肯定活不久了。一想到可能同时和顾云溪、林佑威牵上关系，还能顺势去安慰柳如烟，这3个可全是顶级美女，他心情顿时大好。徐天龙轻轻点头，走吧。车子刚驶出别墅，一辆劳斯莱斯便迎面开来。徐天龙一看车牌，立刻开口：是张龙王的车，快让开！司机马上把车靠边，劳斯莱斯贴着他们驶了过去。徐宝石顿时吓了一跳，刚刚后排那人怎么像陈凡？可这不可能啊，他不是该死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徐宝石的电话响了，一看来电是柳如烟，他立马换了副语气：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柳如烟直接打断他，兴奋地开口：谢谢你，陈凡没事。听到这话，徐宝石整个人一愣，陈凡居然没死。难道刚才我真没看错？这不可能！此时你回到了云顶天宫，可刚一推开门，你整个人就愣住了。客厅里的顾云溪正在换衣服，他看到你时先是一愣，但很快就恢复自然，抬手微微遮挡，笑吟吟地看着你。弟弟，你来的正好，帮姐姐挑一件好看的。他拿起几件衣服，不停在身前比量。你哪见过这样的场面？只觉得鼻子一阵发热，赶紧捂着鼻子转过身去。顾云溪悠悠地看着你，还害羞上了？你又不是没见过，赶紧帮我选选，真是让姐姐为难呢。你又在心里骂起打工皇帝蔡重阳，家里都养着金丝雀了，还蹲监狱。别闹了，你可是我嫂子。在监狱里，你年纪最小，叫你一声嫂子不过分，也算划清界限。他怔了怔，幽怨地看着你。那你就不想吃饺子吗？一瞬间，你只觉得身体又有些不受控制，转身就冲出了别墅。身后的顾云溪笑得花枝乱颤。几分钟后，顾云溪换好衣服走了出来，脸上写满了不满。车练得怎么样了？来吧，开车带嫂子出去，只要你开得好，嫂子还给你做饭。你一把抢过车钥匙，去哪儿？天海酒店。你心里暗暗一叹，还真是凑巧。天海酒店是天海市最大的酒店，见面会就在大厅举行。你停好车，和顾云溪一起上楼。顾云溪一路都在悄悄观察，见你始终面不改色，心里不由暗暗点头。不愧是能让蔡重阳借出别墅的人，见到这种大场面也丝毫不慌。他抬手挽住了你的胳膊，又试探着开口：弟弟，里面可都是大人物哦，你一点都不慌吗？为什么我反而有点怕？你低声安慰：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碰。今晚你来这里，除了陪他，也是为了退婚。在退婚之前，你也还算是男主人。顾云溪眨了眨眼，瞬间像是成了你的小迷妹。弟弟，你也太有男人味儿了！听完你这句话，我突然就想一直靠着你，脚都挪不动了呢。你顿时又是一脸黑线。忽然宴会厅里传来一声怒吼，陈凡！你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一道人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和柳如烟合作的王总。咬着牙开口：你这个骗子，一个犯人竟然也敢跑到这里撒野！老子之前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，原来你就是个刚出狱的毛贼！他刚才去给林震南敬酒，顺带提起了你，谁知道林震南当场脸色冰冷，还嫌提到你都恶心，顺口点破了你刚从监狱出来的事儿。弟弟，你好像碰上仇家了。顾云溪小声提醒了一句，你微微皱起眉，看着王总走来，心里一阵不爽。说话小声点，太震耳朵了。对你这种败菜，我还用得着小声？我就是要大声说，让所有人都听清。各位，就是这个骗子，坑了我几千万的合同，还把自己吹成了大人物。要是我没猜错，他今晚过来就是想继续行骗。众人顿时议论纷纷，这种骗子是怎么混进来的？看他这身打扮普普通通，一看就是社会底层。王总，说话得讲证据，我到底怎么骗你？王总嘴角顿时一抽，要证据他还真拿不出来。可转念一想，真要找证据也不难。以你的身份，根本没资格进这里。邀请函呢？拿出来！至于你身边的顾云溪，则被他直接无视了。骗子最会哄骗女人，带个美女来撑场面，反而更方便行骗。没有。你不卑不亢的开口。不过我不是来参加见面会的，
我是来找顾云溪的。这话一出，现场顿时一片愕然，紧接着就是一阵哄堂大笑。一个无名小卒居然也敢说要找顾云溪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他分明是只知道顾小姐来了天海，想趁机捞一笔。远处的赵雅兰冷笑，林震南则只是摇了摇头。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，神志不清倒也不奇怪。昨天你口出狂言时，他就觉得不对劲儿，现在看来果然是脑子出了问题。林有为一身晚礼服，冷冷地站在一旁。这位天海第一美女，此刻透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冷艳。真南兄，这就是你未来的女婿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啊。徐天龙笑着揶揄，林震南连忙撇清：“徐兄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们林家和他毫无关系。”徐天龙心照不宣的一笑，又瞥了眼身边的徐宝石：“儿子，你的机会可不小啊！”此刻在门口，王总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就凭你也配碰到顾小姐？你知不知道顾小姐可是地京来的名门千金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？”这一番话顿时又惹来一阵哄笑。顾云溪也有些意外，他居然是冲着自己来的。他想了想，多半是蔡重阳介绍来的，毕竟刚出狱的人找工作本就不容易。你脸色一沉，语气也冷了下来：“把顾云溪叫出来，当面核实。还有，你要是再小，不介意让你这辈子都合不上嘴。”王总对上你的眼神，竟像是被恶鬼给盯上了一样，只觉阵阵发寒，一时之间竟没敢再开口。哗众取宠！宴会厅里，徐宝石猛地一声暴喝。他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还会在这里，但负命在身，接近顾云溪才是当务之急。他当场便出声讥讽：“姓陈的，昨晚你在林叔叔家里冒充和佑熙订婚，今天又跑到这里来出丑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。”会吧？订婚？林有为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林震南身上，他气得牙关紧咬，随即冷声回应：“你们在胡说什么？这小子假冒高人给我女儿看病，还拿出一纸婚书，我当场就把他赶了出去。”他就是个骗子，而且还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。这种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，骗婚也没什么稀奇。保安，赶紧把他轰出去！见状，你只是冷冷一笑，这家子还真够忘恩负义。不用赶他走，这里的事儿交给我处理。徐宝石微微一笑，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你这块现成的垫脚石？姓陈的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个骗子，我太清楚你这种人有多贪心了。说吧，你要怎样才肯从顾小姐眼前走开？我可以替顾小姐答应。在场众人顿时心领神会，徐宝石这是想借机讨顾小姐欢心。这时候，顾云溪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替顾小姐做主？”徐宝石下意识朝顾云溪看去，当场就看呆了。为什么陈凡身边的女人一个比一个惊艳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她也弄到床上。当然有，我既是天龙集团的继承人，也是顾小姐亲自邀请来的贵宾，我不配？难道你这个贱女人就配？听到这话，顾云溪脸色一沉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给他道歉。空气里瞬间弥漫起浓浓的火药味。徐宝石不屑地扭头看向你说什么？谁给你的胆子让我向他道歉？他也配？你又配？跪下磕头道歉！徐宝石顿时被掐得喘不过气，脸上满是惊骇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你竟敢在这种地方动手！死亡的阴影一下子笼罩在他心头。徐天龙第一个回过神来，放开我儿子，不然老子灭你全家！立刻松手！你要是敢碰徐公子一根头发，你就死定了！可你像是根本没听见，手上的力道反而越来越重。这时林有为往前迈出一步，陈凡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天海的权贵都在这里，还轮不到你放肆！你再不松手，就是和整个天海作对，也是和顾小姐作对。你想死吗？别说是和整个天海和顾小姐为敌，就算与全天下为敌，那又怎样？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，难怪会进监狱。顾云溪的心莫名被你狠狠撞了一下，他咬着嘴唇看着你，他竟然会为了自己说出这种话。混蛋！赵雅兰气得火冒三丈，直接尖声叫了起来。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居然敢顶撞我女儿！为什么不行？闭嘴！赵雅兰瞬间暴怒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有资格跟我说话？我现在就让你知道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和任何人对话。我叫顾云溪。原来你就是顾云溪，我记住你了。什么？赵雅兰猛地回过神来，顾云溪，帝京顾家的大小姐。仅仅5个字，却像惊雷一样震得全场发懵。徐天龙和林震南额头顿时全是汗珠，林有为更是脸色苍白失神。你愣住，转过头去，脑中满是疑惑。他真的是顾云溪，不是蔡重阳圈养的金丝雀吗？顾云溪不再隐藏，迈步向前，冰冷地盯着赵雅兰。我配吗？赵雅兰被吓得哭了，退回丈夫身边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我配，绝配，是我不配。顾云溪又转向所有人，谁敢让他死？王总甚至吓得瘫倒在地，众人纷纷离徐天龙和林震南远点。林震南顿时不知所措，虽是天海市首富，面对顾家却显得渺小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你身边的女人竟然是顾云溪。徐天龙眼看快哭出来，顾小姐，养不教父之过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顾云溪微微一笑，虽有家族撑腰，但也不想闹事。陈凡，松手吧，他不配脏了你手。
这话让众人心跳加速。这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情景下你依旧镇静。他是顾云熙，那糟老头子定下的婚约都是什么玩意儿？第一位未婚妻退婚，第二位体弱多病，第三位居然是别人圈养的金丝雀。不知剩下6位有没有同样奇葩？徐宝石终于能喘口气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公子哥模样，趴地上不停干呕。徐天龙怒踹他2脚，你还有脸吐？给顾小姐磕头，要不然我亲自打断你狗腿！徐宝石含泪跪下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徐天龙又谄媚道：顾小姐，犬子眼拙，是太敬仰您了，还望您不要见怪。他又向你赔罪。陈先生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海涵。你淡淡笑了笑，顾云熙好像没听见，又对你说：陈凡，先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换件衣服。好，你知道这儿人多不方便，还是等宴会结束再提退婚。顾云熙离开后，厅里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揣测你和顾云熙的关系。镇南兄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孩子们更是亲密朋友，你却暗算我！徐天龙显然不满，他误以为林震南知道你身份，故意设局让他中招。林震南心里后悔，早知你和顾云熙认识，他哪敢威胁？这时林佑威忽然开口，目光扫向远处被围着的你。爸妈，徐叔叔，陈凡不认识顾云熙，顾云熙也不认识陈凡。几人疑惑看着他，你们难道忘了最开始陈凡喊顾云熙出来时，他自己也懵了？听到这话，4人回想，说得对，原来还是个小瘪三，可能是在门口偶遇顾小姐，真是走了狗屎运。徐宝石不甘心，咬牙切齿，要不是陈凡遇见顾云熙，今天肯定得跪着爬出去。误会一场。徐天龙尴尬笑了笑。这时，一众身份显赫的人走进宴会厅，每个都仪表不凡，全是省城的重量级人物，包括省城官员和战部指挥，连天海市世尊都只能跟在后面，全是来给顾云熙撑场面的。果然，他们一出现，见面会正式开始。灯光暗下，一束光照向舞台侧边，顾云熙穿着晚礼服走上台，冰肌玉骨，美得倾国倾城，看得所有人发呆。林有为偷偷瞥你，见你也看呆，心里更加不爽。大家晚上好，谢谢大家百忙中来参加我的见面会。就在昨天，我终于敲定了人选。他停顿一下，吊足全场胃口。他就是林震南不由挺起胸膛，徐天龙紧张屏息。其实他们还怕他选你，但听到优秀、睿智、出类拔萃这些词，就知道绝不可能是你。毕竟你刚从监狱出来，这些词和你没半点关系。顾云熙目光一扫，笑着看向林震南和徐天龙，这眼神让两人心潮澎湃。一定是我们，一定是我们！顾云熙继续说道：“他就是陈凡。”话音刚落，现场像石化，徐宝石傻了眼，徐天龙和林震南目瞪口呆，林有为感觉像失了什么东西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刚出狱的小瘪三，竟变成顾小姐合作伙伴？你也惊讶？我是来退婚的，不是来合伙的。掌声雷动，王总忙着攀关系，心里后悔不已。顾云熙笑说：“陈凡，赶紧上台啊！虽然被嘲讽过，但我相信你是块金子。我决定，顾家在金海的投资全部交给你负责，连我也不会管你的决策。”顾云熙不干涉，这可是顾家的钱，不止1、2个亿，听说至少50亿。林震南面如死灰，顾云熙的话说明他恨悔婚，陈凡肯定更记仇。如果陈凡借顾家报复，根本挡不住。爸，我们怎么办？徐宝石也慌了，怕陈凡报复，一片死寂中。你犹豫后还是走上台，主要是不想当着众人折了顾云熙的面子。就在这时，徐宝石忽然大喊：“我不同意！”顾小姐，你说选合作伙伴要选睿智、出类拔萃，我徐宝石不才，毕业于国际著名常青藤高校。天龙集团作为天海市发展最快公司，我的功劳功不可没，凭什么不如陈凡？顾云熙目不转睛，就凭你被马骑？话音未落，笑声如潮水般涌来。徐宝石气得哑口无言，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。徐天龙也低头，笑声格外刺耳。没人再出来捣乱，宴会正式进入敬酒环节。敬完1圈酒，你跟着顾云熙到了会客室，里面聚集了先前那些大人物。顾云熙看起来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。冯叔叔、谷叔叔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他脸上的轻松与刚才宴会上的端庄截然不同。他不去演戏真是浪费了。谷清明脸色冷峻，云熙，这么大的投资怎么能交给犯人？你以为这事儿戏？顾云熙脸色微微发红。谷叔叔，时代变了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陈凡监狱里学到了真本事。别多说，小子，马上滚，别出现在云熙面前，不然就地解决你。冯把年紧接着开口：“我刚给你爸打过电话，没告诉他你会选犯人，赶紧让他走，别让你爸担心。”顾云熙显得急躁，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，可能立刻召他回去。这时你淡淡一笑：“一个快死的人，一个生不如死的人，你们也配威胁我？”你说什么？敢咒我死？冯过年虽没开口，脸色却十分难看。顾云熙赶紧劝阻：“陈凡，别胡说八道，你惹不起他们。”我没乱说，至于是不是马上会验证，
你转头看向古清明，轻笑道：“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吗？”黄口小儿。这时你伸出一只手，手指缓缓倒数4、3、2，随着最后一指落下，噗！现场所有人炸了锅，随后乱作一团。冯百年和顾云熙脸色惊恐。顾叔叔，快叫救护车！没用，等救护车来了，他早凉了。顿时众人目光齐刷刷盯着你，他们突然想到古清明的状况是你说出来，你是医生，你猜呢？能救古指挥使吗？你再猜。一旁天海师尊焦急怒吼：“我命令你！”赶紧救古指挥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直言不讳骂回去，对方地位在你眼里根本一文不值。顾云熙这时走上前，神情真挚：“陈凡，求你救救古叔叔！”他的话让你心头一动，随即走上前开始急救。忽然，噗！古清明又喷一口鲜血。众人见状更急了：“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”气氛霎时剑拔弩张。住手！小陈先生是在救我，刚才帮我排出淤血。是那口血堵住了我呼吸，这下捡到宝了，不仅懂医术，还这么厉害。古叔叔，你现在能支持陈凡了吗？古清明脸皮发红，不好再反对，但要说同意，岂不是太势利？硬着头皮问：“陈先生，请问我还能活多久？”不知道。随后你望向顾云熙：“我们能走了吗？我还有话要和你说。”古清明被你这话噎得脸色一变，顾云熙也有些尴尬，不过更欣赏你不畏强权的态度，这才是他想找的人。旋即他试探地说道：“你们先忙，我俩先走一步。”这时冯百年站起身开口道：“等等，我和你们一块走。”随后3人便一同离开。陈凡，你怎么知道古叔叔会这样？冯百年耳朵也竖起来，你淡淡一笑：“不是我知道，是我气的。他脾气火爆又有救急，被我气得急火攻心了。要不是遇见我，根本就没事。说他不能去医院，纯属吓唬人。”顾云熙顿时目瞪口呆，冯百年喉咙顿时发紧。堂堂省城指挥者被你气吐血，你还敢说出来？3人简单在会客室聊了几句，顾云熙就被叫了出去，因冯百年问题涉及男人隐私，不方便他在场。回到会客厅时，天海神医王守文正给古清明诊断。王守文皱眉说：“古指挥者，也许是我记忆有限，没发现问题，但根据先前讲述，判断您是被气急攻心了，并无生命危险。”被看穿了。什么？我只是被气到了。古清明脸色绷紧，王守文再三确认：“是的，只是被气着了。您只要不生气，身体非常健康，生命危险纯属无稽之谈。看起来是有人故意吓唬。”古清明听完几乎又吐了一口血，双眼喷火，恨不得烧了。云熙，那姓陈的在哪儿？顾云熙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因为刚刚确实听你确认过，以古叔叔的脾气，恐怕……正当他犹豫时，门忽然被推开，你和冯百年走了进来。无耻之徒！陈凡，快跑！你一时懵了，心想为啥要跑？冯百年也跟着说：“老古是不是误会了？毕竟刚刚让你治病，总得帮忙说几句好话。”这时旁边有人走来，把刚才一切情况详细说了一遍。冯长官，他根本就是骗子！古清明怒火更盛，松开我！今天我要亲手解决这个败类！真不明白你凭什么当上指挥者？没听王守文说你身体挺健康吗？你要谢谢。这话一出，古清明更是火冒三丈，其他人也纷纷怒火中烧。陈凡，别说了，赶快跑！你腹部曾受重伤，发火时会胸闷气短，心跳过快，还偶尔停顿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古清明忽然不挣扎，脸上一片惊愕。鉴于他的身份，他的身体状况只有少数人知晓。陈凡怎么知道的？你又看向王守文。既然你作为神医也给他把过脉，请问他身体还有这些毛病吗？王守文下意识回答道：“没有，古指挥使身体非常健康。”听罢，你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去，头也不回。陈凡的意思是，刚才顺手把我的病全治好了。古清明难以置信，大喊。冯百年连连摇头：“老古啊，陈先生帮你治病，你却冤枉他，得改改脾气了。”云溪，告诉陈先生，我欠他一个人情。这时王守文快步上前，是手，他至少帮你延寿10年，这可不是人情。听罢，古清明彻底懵了。回到云顶天宫，你在客厅静候顾云溪。顾云溪穿着晚礼服回来，她俏皮带点挑逗的靠近你：“弟弟，没想到你还会医术，给我治病好不好？姐姐发烧，头晕晕的。”话一落，她正好摔向沙发，身体都微微颤抖。你赶紧靠边挪开，浑身一激灵。她不该叫顾云溪，该叫顾妖精。嫂子，其实我和你之间……谁是你嫂子？说罢，顾云溪继续躺在沙发上，楚楚动人的咬嘴唇。我是你姐姐，我和蔡重阳只是朋友，为给你惊喜才没说破。不然你觉得他一个打工仔能配得上我？弟弟，快给姐姐治病，我好热。旋即你一愣，诧异开口问道：“你不是蔡朝阳的金丝雀吗？”说完这话，你当时就后悔了。既然她是顾家大小姐，怎么能被蔡重阳包养？顾云溪早知你会误会，也不感到意外，昂起头撒娇道：“姐姐只想当你的金丝雀，
快给我治病，快！听罢，你终于正眼看他。虽然看过无数次，但从未这样近距离端详过。精致的五官下是白皙脖颈，再往下瞧，你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清了清嗓子，一本正经。先把手给我，号脉才准。这时顾云溪突然发出一阵悦耳笑声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忽然觉得病好了？我想去洗澡了，要不我们一起，一边洗一边治病。你清晰感到血液加速流动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快失控，还未来得及回应，顾云溪起身说道：“你不答就是拒绝了，姐姐好伤心。那我自己洗了，不许偷看哦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穿完礼服快步上楼。等他彻底走远，你才想起忘了说退婚。与此同时，关于顾云溪选你做合作伙伴的消息在天海沸沸扬扬，所有人都在打听你的背景。最后发现你刚出狱，众人大失所望，不少人还暗骂顾云溪眼瞎，但无人能改变结果。林振南和徐天龙连夜召开董事会，商量如何防备报复。其他公司也忙着想讨好你。柳如烟坐沙发上呆滞，脸色惨白，嘴里不断重复你的名字。不可能，他是林有薇的男友，怎么能和金枝玉叶的顾小姐扯上关系？肯定是重名。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柳如烟父亲柳振宏走来，眉头紧皱。如烟，你未婚夫是不是叫陈凡？柳如烟被问一阵，赶紧稳定情绪。没错，婚书上写的名字确实是陈凡，只是不是这个陈凡。重名了。柳振宏并没多想。根据你爷爷的遗言，陈凡能给陈家带来百年繁盛，我很期待那天。这时柳如烟干笑：“爸，别期望太高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。说不定陈凡一无是处呢。”咚咚咚，敲门声响，一道身影跪在门口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总。王总哀求开口：“刘总，求你在陈凡面前帮我求情，说我错了，以后不敢了，让他别再针对我，好不好？求求你！”柳如烟如遭晴天霹雳：“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不知道吗？追你的陈凡已经成了顾小姐代言人，全负责顾小姐在天海的投资。”真的是他。柳如烟脑中嗡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突然，柳振宏忽然想起什么，转头看向女儿：“追你的陈凡，难道是你未婚夫？”柳如烟被父亲看得慌张，汗流浃背，怎么也想不通，你一个刚出狱的家伙，怎么能成顾云溪的代言人？你怎么可能成顾云溪的代言人？第二天，你醒来洗漱完毕，走下楼，顾云溪正围着围裙忙碌着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餐。听到动静，他坐下来：“快来吃早餐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给姐姐治病。”我倒觉得你又发烧了呢。你心中忍不住吐槽，心里骂那老家伙不像话，为什么要说没有他的允许，不能失去最初原样？你坐在顾云溪对面，吃的先放一边。我有件事想说。你说。那双风情万种的大眼睛不停眨动，迎上你的目光，你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只好试探着问：“云溪姐，我听说你们大家族都得订婚，你也有未婚夫吧？”顾云溪没料到你会问这问题，脸色稍微有些变化，但很快恢复正常，微微一笑：“有是有，但我不想嫁。弟弟别怕，我的心早就给你了。就算我真的嫁人，咱们也偷偷摸摸在一起好不好？咱俩给他戴绿帽子。”你被噎得说不出来话，让我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。你又试探问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你会不会跟未婚夫结婚？是结婚后不给老公戴帽子那种。假如他真能不给戴绿帽子，那女人还挺不错，有漂亮长相，有好身材，还会做饭，就要她也行。”不能，弟弟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姐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容不下别人了。就算是老公也代替不了你的位置。你无语至极，这都说的什么话啊？要不直接摊牌算了。想了想，你决定不废话了，拿出婚书，嫁就嫁，不嫁就找下一个。这时房门忽然被推开，一名穿工作装、踩着高跟鞋的女人走进来，看向你的眼里满是不屑。小姐，注册文件和地址都准备好了，随时能开工。顾云溪正色道：“把文件给陈先生，他知道怎么处理。陈凡，他叫张双，从今天起是你秘书，有什么事可以让他处理。我不会做生意。”我同意是因为不想当面拒绝你，不如你另请高明，武术风水啥都学过，但这生意……你还挺清楚自己的水平。陈凡，你最好赶紧滚蛋，别等摔得一塌糊涂。我调查过你，除了做过几次一无所有。你这种人配和小姐在一起吗？张双！顾云溪喝止一声。小姐。张双毫不畏惧，委屈道：“你知道现在天海市都怎么议论你吗？说你识人不明，选了个只会坐牢的，他撑得起你的投资吗？闭嘴！”顾云溪勃然大怒：“我看人准，怎么用人我比你清楚。我看陈凡是潜力股，迟早让人刮目相看，你不许再对他说不。”张双不敢顶嘴，乖乖把文件递给你。陈先生，请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文件在手，你满头雾水。顾云溪的目光像能穿透心灵。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光芒四射。看他目光坚定，你点头回应：“那当然。”
饭后顾云溪留在云顶天宫忙着事，而你和张双则去了通天大厦。到了公司门口，张双看着你走进去，嘴角微微下沉，自言自语：“小瘪三，我倒好好看看你到底有几两斤两。”第一关一进门就碰上了。站住！保安手持橡胶棍挡路，满脸轻佻。这里是通天大厦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，马上后退10米，不然挨棍子。保安心知肚明，更清楚昨晚的事儿，大呼命运不公，一个犯人居然也有合作伙伴资格，自己也能。我要进大厦上班，33层顾氏公司。顾氏我知道，帝京顾家在天海刚成立的公司，董事长是顾云溪小姐。你算什么？撒泡尿照照你配吗？配去顾氏上班？快滚！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保安话音未落，你一脚踹飞。就一个保安，还以为守的是南天门，让你守门不是挡门，蠢狗。远处张双目瞪口呆，完全没想到你会这样粗暴地闯进去。他立刻停好车，赶到楼上，冲进总经理办公室，怒吼：“陈凡，听说你刚才打了保安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份？你是老板，不是江湖打手，怎么能动手打人？”你靠着椅背淡淡回应：“你知道你身份吗？谁是老板？第一次不尊重我，警告你再犯扣半个月工资，第3次直接开除。生意你不会做，扣工资开除还是会的。”你张双怒目圆睁，心里骂小人得志，但忍住火气。我上来时听说安保部正找你算账，你处理不好，我会让小姐炒了你。哒哒哒！这时门外传来密集脚步声，安保制服人员冲进来，为首保安队长怒吼：“陈凡，滚出来！”声音震得人心烦意乱。张双眼中闪过一丝阴险，似笑非笑提醒：“陈先生，安保部来了，你可得好好应对。”眼里充满期待，你能打赢一个保安，能赢10个20个。你淡淡站起身，沉着冷静，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，然后走出办公室。门外几10名保安气势汹汹，队长怒目盯着你：“你就是陈凡，在楼下打了我的人，说吧，怎么赔偿？”其他保安跃跃欲试，你冷静注视队长：“第一，打人的是他，我没错，怎么赔偿？反倒是你们，不过是服务员工，工资来自我的租金，你凭啥在我面前放肆？3秒钟给我的员工道歉，然后滚蛋。”员工们屏息凝视，眼神充满期待，想看看你这靠运气上位的人怎么应对。看完这一幕，保安队长被气得笑了，上前一步鄙视：“你喜欢威胁别人？那好，我也给你3秒钟，给保安跪下认错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道歉，跪下道歉，快点！几10名保安摆出随时动手的架势。张双心里暗自偷笑，又故意提醒：“陈先生，你不能跪，你代表的是顾氏和小姐形象，丢不起这个脸。”你神色冷静，继续说道：“你还有最后1秒钟。”保安队长轻蔑地向前走：“你也剩最后1秒钟，跪还是不跪？”话音未落，你如闪电般逼近，抬手重重拍他肩膀：“跪下！”砰！保安队长如泰山压顶，双膝不由自主跪地。见此情景，保安们集体失控，嘶吼起来：“打他！打死他，为队长报仇！”话音刚落，纷纷冲上前，仿佛把陈凡当成跳板。员工见状惊叫不断，张双嘴角浮出一抹笑意：“对方可是几10名保安，哼，他一会儿就得哭爹喊娘。”你在人群中如闪电扫叶，所过之处保安纷纷倒地如破。10几秒后，地上尽是呻吟的保安。张双愣住：“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”跪倒的队长面色苍白，瑟瑟发抖：“筹码翻倍了，所有人跪下道歉，否则每人废1条腿。”你像是发布命令的说道。队长恐惧万分，求助似的看向张双。张双咬牙劝说：“陈先生，动武不是理智之举，事情一旦传开，损害顾氏声誉，以德服人才是真道理。”你说的对，以德服人，那就不用他们道歉。他们骂我，我打他们，两厢情愿。从今天起，顾氏退出大厦，另觅办公地点，免除事端。此言一出，保安们吓得不敢吭声。顾氏可是大客户，若搬走上面一定会查，若查出问题，大家都得被开除。陈先生，合同签了，租金付了，此时搬走要赔一大笔钱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事不能闹大，私下处理妥当。张双咬牙劝说。张秘书说的有理，传开影响很大。我认识一个叫张龙王的人，专治不守秘密的人。不如交给他处理。话音刚落，你掏出手机似要打电话。张龙王队长心里突然一惊，吓得快哭了。那可是海莲地下皇帝。张龙王保守秘密的法子是把人套麻袋扔河里，不敢再等，他急忙认错。陈先生，我错了，求你别打电话，这一切不是我本意，都是他让我找麻烦，他想让你丢脸灰溜溜离开顾氏。话一出，张双脸色大变。闭嘴！敢胡说，你想不想干活？队长绝望摇头，不要活也比丢命强。陈先生，他给我2万块，还有转账证据，你可以核实。你张双无言以对，脸色苍白。你慢慢看他，挑眉问：他说的对吗？事到如今，张双不再掩饰，坦白道：没错，是我策划的，因为你根本配不上这个位置。陈凡，有自知之明就自己走，别耽误顾氏发展，别让顾小姐成众矢之的，你配不上顾氏。话音刚落，员工和保安纷纷默默点头，其实也代表不少人的心声。整个天海市都传，一个土包子竟飞上枝头成凤凰，简直笑话。你没跟保安生气，却被张双的话气得不轻，随即低沉道：你凭什么说我不配？张双冷笑蔑视：我就是知道，全天海的人都知道。他步步紧逼。那我问问你，公司未来怎么发展？规划是什么？预计1年投入和营收是多少？还有公司在天海市定位是什么？最简单的，毛利和净利润是什么意思？
你说得出来吗？说完，昂着脖子看你，越来越轻蔑。你被问得哑口无言，这些你确实不懂。张双看出你的窘态，讥笑道：“说不出来了，既然说不出来，快滚蛋！别在这儿丢人！”其他员工轻声嘲笑，心里面也觉得顾小姐眼瞎。你思考片刻，反问：“谁是老板？”张双一愣：“当然是你。既然我是老板，你凭什么考我？从今天起，工资减半3个月，再犯直接开除。还有你们，立刻道歉滚蛋，否则不仅顾氏退出通天大厦，还会让张燕王找你聊聊。”张双蒙了员工，蒙了保安，蒙还能这样干？说不过就耍流氓。但现在你确实是老板，只要顾云溪不让你走，你就是这里的王者。你走回办公室，脸色微红。若非在监狱练出厚脸皮，真扛不住这些眼神。紧接着，你拨通典狱长电话，30秒内让蔡朝阳接电话，否则立马回监狱。典狱长顿时惊慌，毛骨悚然，恨不得把腿借给蔡重阳，绝不能让你回来。蔡重阳接电话后，你把张双刚才的问题问了一遍，蔡重阳毫无保留详细回答。懂了，这个月不用刷厕所了。挂断后，张双失望。终于明白他怎么进的监狱，真是流氓。如今看来，只有让小姐失望，才能让他滚蛋。忽然他想到有土地拍卖，于是敲响房门。陈先生，市会议厅有个土地拍卖。与此同时，市会议厅异常热闹，天海知名地产商齐聚一堂。徐天龙跟首富林振南坐一起。徐天龙笑问：“振南兄，有为今天没去找陈凡，看来你已有打算。”林振南笑答：“徐兄明知故问。陈凡虽然长顾小姐资源，能力却差，无论怎么讨好顾小姐，都是短命的。小富即骄，太狂妄。”我刚接消息，他连毛利润、净利润都不懂。林振南笑得更开心了。这种3岁孩童都懂的东西，他竟然不会。徐兄，咱们赌赌他能撑多久？我赌1月内。徐天龙兴趣来了，我赌半月。话音落下，身后传来一声。你们听过一句话吗？闲谈莫论人非。闻声他们齐齐看去，顿时愣住。你坐在他们身后，直接开口：“徐天龙是吧？你应该知道不能背后说人。要是不知道，建议你去看看你的儿子。”徐天龙气得火冒3丈，脸上的指印还没褪去。陈先生真是用心良苦，顾氏刚开业就来参加拍卖，看来是要在顾小姐面前做出一番成绩。你靠后一仰。当然了，男人要以事业为重。话音刚落，周围一片寂静，众人讥讽地盯着你。一个靠运气上位的小瘪三，也敢谈事业？徐天龙冷笑：“陈先生真是个真男人。不过你说以事业为重，不如先弄明白毛利润和净利润是什么吧。”这话一出，四周大笑起来。公司的事早已传开，被手下堵着问，只能靠耍流氓。你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懂？要是我能解释毛利润、净利润，还有故事的发展定位，那你跪下磕3个响头叫爸爸如何？”话音未落，众人都盯着你，像看傻子。林振南摇头叹息：“他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公司的事儿，还在那里演戏。小人得势真忘乎所以。”好啊，答对了我磕头叫你爸爸，答不上来你得给我磕头叫爸爸，敢不敢？徐天龙正愁没机会拆你台，这小子跪叫爸爸，顾云溪肯定马上踢了他。成交。你坚定回应。张双想劝劝，可一想到这是给你推下去的好机会，又减声了。这时徐天龙笑里藏刀：“陈先生，直接开始吧，我洗耳恭听。”你扫他一眼，随后你侃侃而谈，每条都说得非常透彻，说得越多，现场越多人脸色发沉。这家伙服了3年，刑刚出狱，怎么商业理解竟然这么深刻？听他讲简直茅塞顿开，醍醐灌顶。你说完含笑望向徐天龙：“徐总，是时候跪下叫爸爸，声音大点儿，我耳朵不好。”话音落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徐天龙满脸惊讶，这家伙怎么知道这么多？连林振南也愣住，想起父亲的话：“陈凡保林家百年昌盛，或许真是深藏不露的商业奇才。”张双也震惊不已，刚以为陈凡没用，没想到他商业理解这么深。见徐天龙无动于衷，你提醒一声：“徐总，别愣着，快跪下叫爸爸。”人们这才反应过来，眼神复杂望向徐天龙，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：“陈先生真会开玩笑，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居然像小孩子打赌。刚才不过是玩笑话，不作数不作数，全天海地产富豪都在，跪了叫爸爸以后咋做人？绝对不能跪！谁他妈跟你玩笑了？你不跪，我亲自动手！”徐天龙笑容顿时凝固，眼神求助看向林振南。林振南赶紧转移视线。这时候有人硬着头皮开口：“陈先生，刚才是玩笑话，别当真。”天海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别太难为人。话还没说完，咔嚓一声，你忽然向前伸手，砰！他椅子瞬间被震碎，整个人直接穿过椅子跪地。众人说话立刻停住，不可思议盯着的。椅子碎了，他特么还是个人吗？你满意收回手，还补一句：“当然，你不履行没关系。”但我不介意拍碎你脑袋。这话一出，没人敢吭声，只能眼巴巴看着。徐天龙气到极点，狰狞喊道：“好，我叫，你敢答应吗？”随后，徐天龙怒吼道：“爸爸！”你淡淡回应：“乖儿子，起来吧。对了，我是你爸爸的事保密，公开场合别叫，没人时偷偷叫。”真是杀人诛心。徐天龙眼都气红了。正好拍卖会开始，徐天龙还想说话，也只能忍着坐下。拍卖官简述140地块优势，主持人宣布起拍价6000万、7000万、8000万，竞价飞速上涨2个亿。林振南出价坚定5个亿。一声响起，现场鸦雀无声。特么哪有这么出价，简直来捣乱！陈先生太高了。张双急忙提醒：“
5亿地价加建筑费，还赚不赚钱？不高，我看好这地。林震南脸色骤变，他确实来报复的。5亿拿地还有利，但太低了。犹豫片刻后又举牌5亿3千万，你马上跟进。7个亿。林震南愤怒转头，像是快喷火似的。哪有这么拍卖的？纯粹搅局！7个亿地价几乎没利润。你冷笑。天海首富没钱，没钱别争。10个亿。徐天龙突然举牌，语气冰冷。这地我要了。谁挡我撵谁，心里冷笑连连。这件拿地计划的完美，才不亏钱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可以，但火一定烧他本人。11亿，你毫不犹豫。13亿。徐天龙紧跟说了，没人能争过我，这块地我要定了。众人望向你，期待你再出价。张双满头大汗，你微微沉吟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了，走吧。说完径直离开。众人顿时呆住，他说不要就不要，刚才逼人跪的气势哪儿去？就在你走出拍卖会，一阵高跟鞋声伴着制服款款而来。没想到真的是你。柳如烟急匆匆冲过来，柳如烟这个女人真是纠缠不休。柳如烟看到你那表情，白了你一眼。这家伙真是走运了，不但成了林佑威的男友，还成了顾小姐的合作伙伴。他语气酸楚地说：怎么不想见我吗？你干脆点头。没错，很烦你。柳如烟气得脸都红了，一个刚出狱的家伙居然敢这么对她。你还真是狂妄自大，将来肯定乖乖求我，到时候别忘了你今天的态度。林佑威不可能嫁给你，顾云熙也会离开你，到时你什么都不是。你懒得理会，干脆转身。柳如烟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明明昨天徐宝石是他找来救你的。你真是忘恩负义，早知道这样才不救你呢。柳如烟快步赶上你，满脸不满。我可是来谈合作的，我们公司的建材正好适合你用。听到这儿，你一阵头疼。你根本没打算做生意，答应顾云熙只是受不了他眼神的压力，来这也是受不了张双的嘲笑，根本没真心要干。为了避开他的纠缠，你随口应付道：找张秘书谈吧。柳如烟咬牙切齿，居然敢敷衍他，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得了便宜忘了当初可还追着自己上飞机，还追着去餐厅呢。但为了订单，他又装乖说道：陈凡，我们毕竟有过婚约，你帮个忙把订单给我吧。你浑身一阵鸡皮疙瘩，这女人好像有点精神分裂。这时徐宝石走过来，脸上满是不屑，揭穿真相。他根本没拿下那块地，今天拍卖会输给了我们天龙集团。徐公子，柳如烟激动喊着：又见面了，你比之前精神多了，简直是所有女孩心目中的梦中人。你说没拿到地是什么意思？徐宝石轻蔑地瞥了你一眼，接着笑道：刘总，你恐怕还没搞清楚，140地块已经被天龙集团拿下了，你说人家怎么给你订单？柳如烟闻言愣住了，狠狠白了你一眼。没拿到地你不告诉我，这次是你欠我，下次你欠我的合同必须给我。没有效。徐宝石立刻宣战：姓陈的，从今往后我徐宝石要跟你明争暗斗，1个月内我会让顾小姐看清你，把你踩在脚下。你冷冷吐出2个字：傻鸟。徐宝石瞬间火冒3丈。柳如烟见情况紧急，赶紧劝你快道歉。你知不知道昨天救你的人就是徐公子？他救你，你被逗笑了，转头看向徐宝石。徐宝石本来气势汹汹，听了这话有些慌了，可柳如烟没注意，继续开口说道：不然呢？你以为张楼王为什么放了你？全是徐公子亲自求张楼王快点道歉，这是为你好，懂吗？突然一巴掌毫无预兆甩在徐宝石脸上。我最讨厌说谎的人，你最好整理整理说辞。你救我了吗？徐宝石捂着流血的鼻子，柳如烟被这一打震懵了。陈凡，你干嘛？啪，又是一巴掌，还不说真话。徐宝石快气疯了，但又打不过你，唯有无奈喊：我什么都没做。你轻蔑瞥了他一眼，这家伙看着人模狗样，其实一肚子坏血，离他远点，小心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。说完你转身离开。柳如烟看着你走远才回神，急忙安慰徐宝石：徐公子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陪你去。柳如烟知道自己还想从他手上拿订单，徐宝石擦去鼻血，摆摆手说：不用，小伤没事。说着又看向柳如烟：小人得志便猖狂，成了顾小姐合作伙伴，竟然连我的救命恩情都不认了，今天就不该救他啊！柳如烟有点迷惑，一时不知该相信。柳小姐别担心，我不会因你和陈凡的关系记恨你，生意归生意，人情归人情。想要订单没问题，今晚天海酒店等我，咱们具体谈谈。打不过陈凡就碰他的女人，他们还没结婚，正好今晚就让老子尝尝味道。真的？柳如烟满脸笑意，谢谢徐公子，柳氏兵必定供应最佳品质。要不要现在去天海酒店吃饭？他迫不及待想敲定合同。徐宝石摇头说：现在不方便。说着脸色骤变，快步往里跑。我爸被陈凡气昏了。徐宝石走进房间，徐天龙已经清醒，心里的怒火尚未平息。给陈凡跪下叫爸爸，丢人！13亿买块地，丢钱，人财两空啊！徐宝石匆匆赶来，爸你怎么样？徐天龙摆手，没心情搭理儿子，慢慢起身抱拳。家人们，刚才大家都看到情况了，徐某人也就不隐瞒了，
想问问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开发？会议厅里一片静默，众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这块地最多值6-7个亿，谁会跟他一起赔钱？徐总在下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开。徐天龙双手握拳，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，几家入股，每家也就赔个几千万而已。这时他转向林振南：振南兄，你愿意帮我分担压力吗？啊，入股是吧？没问题，不过我需要与董事们商量一下，我这就回去开会。林振南随口找个理由敷衍离开。徐宝石焦急不已：爸，我们怎么办？给完出让金，公司就会破产。慌什么？他们不帮，我们就逼他们帮。虽然葛真人的师兄还没来，但葛真人还能再让李有为倒下一次。他倒下，他的人和家产都是你的。徐宝石听后热血上涌。另一边，你并没有回公司，而是径直回到云顶天宫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要与顾云溪摊牌，总不能真留在这里做生意。然而刚到门前，就听到古清明的声音传来：云溪，虽然你说陈平是蔡重阳的徒弟，而且蔡重阳自己都进了监狱，他徒弟也不值得信任。冯百年也附和说道：是啊，尤其这次你和家里闹翻了，你爸爸顶着压力让你进天海，如果没做出成绩，你一辈子完了。还是别轻易相信他。你站在门外听着这些话，并没急着进去，想看看顾云溪怎么回应。顾云溪语气坚定：古叔叔、冯叔叔，我已经试探过他了，为人非常正直。至于方法不方便透露，但他绝对值得无条件相信。古清明和冯百年对视一眼，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。顾云溪也没多解释，主动说道：二位叔叔，你们在省里还有很多事情，别白费时间在我身上。两人相互看了看，摇头叹息。古清明起身，神情严肃：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话音刚落，你推门进去了。哎呀，你们在这儿啊！我还正想找你们呢。昨天忘了说，给你开的药可能有副作用，可能病情一时会加重。两人有些懵，他怎么突然进来了？连忙问道：那副作用有没有解决办法？你顺口说道：有啊，从今天起把黄连当茶泡水喝，1个月就行了。笑喷了，幽怨的瞄你一眼，显然知道你刚才都听着了，把黄连当茶喝。黄连当茶喝，那得苦死啊！古清明和冯百年脸都红了，心里明白你的调侃，却尴尬的咳嗽。陈凡，别开玩笑了，黄连怎么能当茶喝？你一脸漫不经心，爱信不信，后果自负了。副作用发作别来找我就好。两人脸色抽搐，心里彻底崩溃。虽知道你在故意逗他们，但你医术确实高超，不能冒风险。随即冯百年接了个电话，顺势演戏。那就批准吧，把天海海市一笔带块划为重点开发区，明天发文件。说完，他若有若无瞥你一眼，简短一句话，动辄几十亿。一方面感谢你药方，另一方面别折磨。快说到底有没有副作用？140地块，你微微一愣，这不是今天拍卖的地吗？你重点开发，说明徐家不仅不赔钱，反而可能赚大钱。古清明没注意你走神，以为筹码不够，也拿起电话。什么？前线止血药告急，那就采购吧，等我回去开会安排。挂掉电话，他悄悄观望你的反应。顾云溪嗔怪喊道：陈凡，两位叔叔的筹码到位了，快说副作用到底有没有？你懒洋洋说：其实喝29天就能抵消副作用。听后，古清明和冯百年黑着脸，觉得你根本在玩他们，但又不敢拿身体冒险，只能乖乖回去喝黄连水。两人告辞后，顾云溪走到你身边，挽住你的手臂，轻声道：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不是想我了？没问题，你想干什么都行，姐姐早就等不及了呢。说着，他含情脉脉地眨了眨眼，好像期待着什么，迫不及待。你心里一震，身体瞬间有些失控。顾云溪看到你这模样，笑得花枝招展，越发觉得你有意思。面对古清明和冯百年能无所畏惧，却偏偏对女人的小把戏紧张不安。他咬嘴唇问：弟弟，你不会还是个小男孩吧？陈凡一阵尴尬，心里却很骂那些老家伙，若不是他们自己，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你感觉再听下去快受不了了，甩开他的手，快步坐到沙发上，一本正经说：顾云溪，你坐，我有话要说。你想着直接摊牌，他同意就结婚，不同意就退婚。顾云溪被你态度弄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来天海？为什么？你想知道，但不喜欢探人隐私，可他都主动说了。顾云溪轻叹，坐你身边靠肩，语气悲伤。弟弟，你还记得我说过有未婚夫吗？记得。他继续说：他来自神秘家族，我成了顾家的牺牲品，要嫁给这个家族的傻子公子。来天还是我赌一把，做不好成绩就得嫁给那个傻子，我不想嫁。你有些懵，他未婚夫本该是你，怎么变成傻子了？你没骗我。顾云溪抬头处处可怜地望着你。你听着，如果我未婚夫是正常人，怎么会说一辈子毁了？你点头思索，他不知道未婚夫是你，说明顾家没告诉他。顾家不仅没说，还要给他找个傻子当夫君，这说明顾家想悔婚也好，不用退婚了。顾云溪眼睛眨呀眨。陈凡，姐姐不管怎样不会嫁那个傻子。我必须在天海闯出成绩，你帮我好吗？他看你眼神让你心痒难耐，你艰难说：如果做成绩，家族还逼你联姻。顾云溪脱口而出：那我们就私奔。陈凡，如果家族不守信用，你就带我走好吗？姐姐一心一意对你，我们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生很多孩子，你赚钱养家，我生火做饭。听他说这些，你心里忽然不痒了，看着他唯美的脸庞，
竟有一股想立刻带他走的冲动，情不自禁说：“只要你不离不弃，我定让你荣华富贵。”你看到他柔润唇瓣，呼吸急促，学着监狱里那些人描绘的姿势，一点点凑上去，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叮铃铃，电话突然响起，两人都吓一跳。顾云熙睁开眼，脸色像晚霞，随后转过身，不敢直视你，心里暗自嘀咕：不会真动心了吧？你尴尬咳嗽，拿出电话，竟然是林有为。什么事？你接起电话，来天海酒店，我有事情要说。林有为依旧冷冰冰，没时间。你直接挂断，最讨厌别人命令。不出意外，刚挂断电话，林有为又打来，你师傅定下婚约时留一样东西过来拿。说完，他迅速挂电话。你听到挂断声，眉头皱了皱。从心底讲，你真不想再见林有为，但关系到师傅的事儿，不管怎样都得去一趟。我有点事，去吧。顾云熙依然没看你刚离开，他的电话也响了，是张双，他把拍卖会的事情讲得一清二楚。140地快被天龙集团拿走了。顾云熙有些惊讶，这块地的消息是冯叔叔故意透露的，提前拿到利润会非常丰厚，但现在被别人拿走，大部分利润就没了。只差一步呢，小姐。重点是这地我们本可以用6个亿拿下，都怪陈凡太急躁，激怒了徐天龙，逼得对方不得不竞争。他依旧看不起你，想让顾云熙把你辞退，不料被顾云熙打断。闭嘴！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听你对他的任何抱怨，不然马上回地京。天海酒店餐厅，林有为穿着白色连衣裙，就像不可触碰的仙子。你坐在对面，冷声开口：“东西呢？”林有为一直望着窗外，听到你语气冷漠，随即说道：“在你之前，没人敢挂我电话，你是第一个。”他还在为你几次的挂断而生气。作为天海第一美女，围着他转的人多着呢，被挂电话还是头一遭。多余的话别说，我不是来听废话的。我师傅的东西呢？你再度提问。要不是因为师傅，我根本不想接这电话。林有为虽恼火，但想到父亲的叮嘱，只能忍耐。我知道你对我父母不满，但现实很残酷。成为顾小姐合作伙伴前，你只是刚出狱的人，他们没必要理会你。现在我们家也没理由支持你，所以别敌视，合作只对你有好处。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更觉得好笑。真搞不懂，你们家那么普通，哪来的自信？全家自命不凡，是遗传病吗？比起那些可怕的监狱犯人，天海首富算不了啥，甚至都没资格进名都监狱。你说什么？林有为怒火猛然烧起。陈凡，我已经很克制了，不要把我的容忍当肆意妄为的资本。天海没人敢这样骂我。他声音引来众人注意，这家伙谁呀？竟然惹林有为不想活了。你想了想，觉得没必要和他争，淡淡的说：“咱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没必要多说。把东西给我。”从此各走各路。林有为被你轻慢气得不行，他厉声说：“你得说清楚，我到底哪点得罪你，不然不给。”没招惹我，只是单纯不赞同你的态度。话没说完就被旁边打断，这叫高冷范儿。旁边传来轻佻笑声，一个西装青年走过来啊，有为，别为了这种没出息小人生气，他存在就是天赌。林有为没理他，转头依然气呼呼的。青年不以为意，瞥你一眼，陈凡顾小姐的合作伙伴还真牛逼。在天海酒店敢惹我女神生气，这是谁？嘘，小声点，他是张猛，天海酒店太子爷，还是林有为忠实追求者。你冷笑一声，然后呢？张猛抬手轻摇手腕，蔑视道：“2年前有老板对佑为满口侮辱，我就一点点拔掉他牙齿，让他跪着爬出去。所以你要给我下马威？还不到那个份儿，只是提醒你，惹我的后果你想象不到。但顾小姐的面子还是要顾及一下。我可以在酒店门口贴张牌子，上面写陈凡狗进入，你觉得顾小姐会怎么看你？”林有为插话：“不用了，张猛，这事情我自己搞定。”他知道一旦闹大，陈凡麻烦会接踵而来。张猛自然不放过表现机会，凑近你威胁：“最后机会，立刻跟有为道歉，别以为我开玩笑。”话里带着威慑，食客们兴奋起来，等着看热闹。你根本不把他威胁放在眼里，讥讽说：“你以为自己是至高王者？你爸是谁？王霸？你还真是你爸的好大儿，不对，应该是你妈的乖儿子。”话一出，餐厅安静了一瞬，随即爆发笑声。王霸，王霸还说是他妈的乖儿子，这嘴太损，把全家都骂了。你说什么？张猛脸色铁青。好顾小姐吃饭的小瘪三敢骂我？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我就砸了你饭碗。来人，把牌子贴上，永远不许他进。林有为听后快步起身。张猛，别冲动，还有商量余地。陈凡，快道歉，这可是天海最大的酒店，要是不让你进，顾小姐是绝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想了会儿，既然这里是高端场所，要是有工作需要的话，确实不能被拒。于是掏出手机拨给张康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10分钟内买下天海酒店。至于钱，我给你个电话找他要。话音一落，餐厅所有目光都聚焦你，仿佛看见了疯子。天海酒店虽不及首付别墅，但价值20亿以上，盈利稳定，不可能卖。10分钟内买下，简直天方夜谭。张猛顿时被气笑，见过穷横的，没见过你这么狂的。好，我等你10分钟，看你怎么买。林有为失望摇头，不再多言。他以为你尖酸是性格使然，现看来是思维混乱。周围人窃窃私语，太狂了，以为自己是谁，真能收购酒店？我跪着爬出门。张猛看了看时间，讥讽道：“还有1分钟，你得快点。要不要再给你30秒？”话音刚落，电梯门打开，一群西装中年人匆匆走出，正是酒店法务部成员。他们很恭敬地向陈凡走来。陈先生，这是收购合同，请您过目。一时间全场安静。真买下来了？看到合同，周围人都傻眼。张猛完全不信，对王经理怒吼：“王经理！你不想干吧？快收回合同，不然我马上开除你！”作为天海酒店太子爷，他根本不相信你有那种实力。林有为倒吸口气，认定这是骗局。可就在这时，张猛手机响了。爸，
怎么了？电话那头张猛父亲愤怒咆哮：“你这小王八羔子，到底得罪谁了？张康鼎用枪逼我卖了酒店。”天海酒店已经易主了。张猛顿时愣住，半句话卡在喉咙，冷汗直流。他终于明白你打的电话正是给张康鼎的。随后，酒店总经理李伟民匆匆赶来，恭敬地说：“陈先生，我是李伟民，今后全心全意为您服务。”这怎么可能？林有为像见了鬼，事情就发生在眼前，但他却不敢相信。啪嗒，张猛电话脱落。他忽然意识到小看了你，你淡淡问：“还打算写刚才的牌子吗？”张猛汗水直流：“不敢，你不敢，我敢。”李伟民，门口立牌子，禁止张猛和王八入内。此言一出，周围人同情看张猛。张猛气不过道：“别欺人太甚！”你脸色一冷，说道：“再废话，我让你满口牙掉光，还让你学狗爬出去，滚！”张猛憋屈瞪你一眼，灰溜溜走了。林有为不甘示弱：“陈凡，你没想过依仗顾云溪的后果吗？万一有天他踢开你，你会死得很惨。”不止他，其他人纷纷露出担忧的神色。你轻蔑笑：“钱是我的，我缺的不是钱。”你不再理会这个话题，直截了当的问道：“东西呢？给我！”不给！林有为气得跺脚：“陈凡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态度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改不了。看你还能狂多久，早晚你会求我。”说完，他气冲冲的离开。你看着他走远，喃喃自语：“不急，以后还有机会。”林有为回家直接躺沙发上，林振南关切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他妈赵亚兰怒火中烧：“还问？看右为样子就知道那个小瘪三欺负他，小人得志，等着瞧，早晚成丧家犬。”他一边骂一边给你打电话，结果电话被挂断。赵亚兰气炸了，继续打电话，见电话不接，又发信息骂。林振南心疼拍右威：“右威，这次不对，陈凡不值得你亲自去。”话刚说到半截，发现女儿已睡着，他推了林右威两下，发现没反应。林振南顿时慌了：“右辉，醒醒！右辉！”赵亚兰脸色煞白，慌乱道：“病不是好了吗？怎么又睡着了？陈凡这废物，连这病都治不好，我得找他。”他再次打电话，却发现被拉黑。林振南焦急说：“我去熬药。”很快，他端来上次的药。林有为喝下仍无反应。赵亚兰咬牙切齿：“肯定是陈凡气得右威复发，老娘要杀了他！”赵亚兰张牙舞爪，又急切说道：“先找徐宝石。”天龙集团办公室见林振南来电，徐天龙冷笑，装作没听见，随后起身恭敬递银行卡：“古大师辛苦了，这是点心意。”古大师接过卡：“这回情况类似上次，手法却变了，以前药救不了。”徐天龙紧抿嘴角，心领神会，又递张卡：“这是您的酬劳。”古大师这才满意：“我累了，先回去休息。”父子二人送走古大师，回到办公室。爸，什么时候是去救林有为？徐宝石急切问，想起即将拥有林有为，他就心潮澎湃。徐天龙坐回，以阴冷笑道：“别急，现在着急的是林家，不是我们。记住，成大事需沉稳气度，等林振南来求我，乖乖交钱再去不迟。”徐宝石点头，但心中一刻不想等，只觉越快越好。忽然想起还有个女人等他召唤。爸，我能先出去见朋友吗？放心，您电话一到，我立刻回来。徐天龙同意后，徐宝石转身出门，给柳如烟发信息。柳如烟收到后，毫不犹豫放下工作，匆匆整理妆容，直奔天海酒店。天海酒店这座位于48层的餐厅，俯瞰整个天海市，带来无与伦比感受。徐公子，您来了。柳如烟优雅站起迎接徐宝石。徐宝石见到柳如烟，眼中闪过一抹邪恶。路上堵车，让刘总久等了，请坐。柳如烟微笑回应：“我也刚到，徐公子请坐。”徐宝石坐下，直入正题。你想要140地块的供货合同，但合同价值1到2亿，柳氏资产仅5亿，你能搞定吗？柳如烟挺了下背开口：“虽然这是柳氏从未有过的大单，但柳氏在天海算老字号，信誉有保证。我刚联系上油供应商，货源稳定保证。”徐宝石眼睛眯起几分，见他坐直，身体某些位置更具诱惑。保证没用，天海供应商多，你不算优秀，你得给理由让其他供应商闭嘴。柳如烟一时语塞，确实，相比其他供应商，柳氏无优势。徐宝石见时机差不多，突然发问：“你和陈凡什么关系？”柳如烟愣住，这是他最不想提起的往事。订的娃娃亲，开的玩笑都过去了，如今就是熟悉的陌生人。睡过吗？徐宝石会心一笑。柳如烟被这突然的问题问懵，哪有人问女孩子这种话？想到订单，只好回答道。柳如烟顿时满脸惊讶：“徐公子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我只想谈生意合作。”徐宝石不耐烦打断：“我不想听废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只要陪我一晚，140地块供应合同就是你的。”柳如烟坚定回答：“徐公子，我今天能有今天，全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。我不是那种人。”站住！话音刚落，他起身想走，站住。徐宝石脸色沉了，冷冷：“别以为陈凡能护你，在我眼里。”他不过废物一个。从今起，天龙集团会处处针对的。140地块只是第一步，半个月后顾小姐会看到他的失败，到时就会赶他走。没顾小姐撑腰，他算个啥？这时远处传来叹息声。有些人啊，脸都被打肿还不知道，真好笑。听到声音，两人同时看过去。陈凡，柳如烟目瞪口呆。徐宝石吓得一抖，心想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冷冷走向徐宝石，忘了我怎么提醒你的。徐宝石头上冷汗直冒，当然记得被警告后还被揍过一顿。他紧张开口：“闭嘴，先掌嘴。”啪啪，你毫不留情扇了2巴掌，周围瞬间安静，众人议论纷纷，这是谁？居然有人敢打徐公子！陈凡，你疯了！
柳如烟慌忙上前拦，砰的一声，徐宝石愤怒站起，满脸狰狞。你打我还没完了是吗？除了拳头，你算啥东西？居然敢来西餐厅！先照照自己能配吃西餐吗？确实打你没完，但也让你照照自己算啥东西，配来天海酒店。你不慌不忙反击，徐宝石怒目圆睁，恨不得扑上去，但清楚自己不敌，咬牙道：莽夫一名，粗鄙下流。说着，他从口袋掏出张黑卡拍桌上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帝王待遇卡。卡是黑色镶金云海图案，奢华又神秘，顿时有人惊呼：这是天海酒店至尊贵宾卡，听说全省只有7张，一般只给重要贵宾。柳如烟盯着卡看，有些震惊。传言有了这张卡，便能在酒店享受主人的待遇。徐宝石微微得意，听周围议论，心里美滋滋。这卡是他赌赢张猛的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。他嘲讽看着你，知道这卡的意义了？不仅是优惠，更是地位象征。你有吗？没必要，吃饭还求打折，太丢人。你家买地花太多钱，连饭都吃不起，所以靠卡免单。这样我能理解，毕竟你穷。柳如烟偷偷瞥你，这家伙嘴真毒。你说啥？徐宝石怒火冲天，明明身份象征被他说穷，突然心生一计。你这是激将法？好，你成功让我生气了。姓陈的，你说我穷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服务生，给我上一瓶一生一世。听这名字，顾客们兴奋沸腾。一生一世，法国太和酒庄的一生一世。众人都知82年拉菲贵，却不知拉菲几万块，一生一世市场价95万，天海酒店卖118万每瓶。说话间，服务生端酒上。徐公子，这酒太贵，酒店房逃单需先刷卡，请谅解。没问题。徐宝石挥卡就刷，然后挑衅的看你。我能喝100万元酒，你可以吗？你这用顾小姐钱的穷狗，赚微薄工资的是畜生。不如你也开瓶让我看看，你敢开吗？听完你淡然坐下。抱歉，我可真不穷。服务生，这酒我要2瓶，直接刷卡。随即你甩出卡片。陈凡，你疯了！吃顿饭花几百万，顾小姐会杀了你。柳如烟忍不住提醒，然而你轻描淡写回答：没事，小钱。徐宝石竖大拇指，笑容更浓。这小人得知家伙果然上钩，就是要让他上头多花钱。顾小姐知道了，肯定开除他，到时他就是蝼蚁。又笑言：我这人不服输，别人说我穷，必须杠到底。服务员，再上2瓶，我要比他多。你立即接到：再来4瓶。徐宝石急喊：再来5瓶。两人你来我往。周围人看得目瞪口呆，这不只是酒，更是金钱战。最后服务生提醒徐宝石余额不足，徐宝石毫不脸红，拍掌完味。5瓶就5瓶，陈先生真有钱，吃顿饭花2000万。如果小姐知道你吃顿饭花2000万，说罢他笑瞪你，周围人也等着看你丢脸。柳如烟无奈：你这太冲动了，我早说他故意激你，现在咋跟顾小姐解释？看来退婚是对的，冲动男人不值得依赖。也对，确实难解释，那就退了吧。服务生，麻烦把这些酒全退了，我记得没开封的酒是能退的。徐宝石脸上的笑一下僵了，柳如烟也看傻了，连服务生都怀疑自己听错了。还能这么玩？把酒全都退掉，这样钱不就又回来了？这不是胡闹吗？徐宝石当场炸了，你是不是输不起？卖下来的酒还能退？我只是想证明你就是，又不是为了真喝酒，凭什么不能退？你神色淡定的开口。徐宝石双手攥得咯咯作响。你才是狗！穷狗！你淡淡回了句：你他妈有本事别花顾小姐的钱！徐宝石气冲冲的吼着：穷狗！你又回了句：你他妈有种就别退！徐宝石扯着嗓子大吼：穷狗！你依旧回了句。徐宝石快被逼疯了。不管他说什么，你翻来覆去就这2个字儿。偏偏他刚才还真没买成单，简直被你一招绝杀。突然，他想起手里至尊贵宾卡的权限，抽出卡狠狠拍在餐桌上，近乎抓狂的喊：好，姓陈的，你敢这么骂我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特权！服务生，我可是酒店的至尊贵宾，不准给他退！陈凡随手把收购合同掏了出来。我是这儿的老板，谁敢不给我退？看到那份合同，场面一下子安静了。有人带着怀疑去核实真假，徐宝石更是惊得不轻，眼珠子都快贴进合同里，想从里面挑出破绽，结果却让他彻底绝望。这份合同居然是真的。柳如烟难以置信的倒吸一口凉气，而且他对顾小姐收购的事毫不知情。你嘴角微微一扬，多谢徐公子替酒店冲了业绩。一顿饭就花了2000多万，足以载入史册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带着玩味看向徐宝石。在酒店里跟酒店老板拼购买力，真够蠢！徐宝石被众人看得差点吐血，尤其在看到你的表情，恨不得把你挫骨扬灰。他气急败坏地嚷着：陈凡，你装什么呢？不就是顾小姐名下的产业吗？你顶多就是个打工的！他憋屈地站起身，气冲冲地朝你撂狠话：陈凡，你给我等着！早晚有一天我会摁死你！随后又冲服务生喊：退酒！2000万拿来买酒，他肉疼的不行，无论如何都得退回来。就在这时，你淡淡开口：今天我也让你看看什么叫特权。服务生不退，服务生吓得赶紧往后退。徐宝石几乎彻底疯了。陈凡，你真不给我退，信不信我以后再也不来这儿消费？你们做的是开门生意，居然敢不满足上帝的要求！上帝的要求当然会满足，但你是条狗。其实来不来我不在乎，因为以后你想来都进不来。
通知前台去门口立块牌子，从今天开始，徐宝石和王一律不得入内。话刚落下，四周顿时笑成一片。徐宝石脸都憋成了酱紫色，气得转身就走。可走到门外才发现酒还没拿，当他再想进去，却被天海酒店的工作人员拦在外面。酒店内，柳如烟不解地问：“顾小姐是什么时候买下酒店的？”谁跟你说是他买的？是我买的。柳如烟直接嗤笑出声：“你当我是3岁小孩，就你也能买得起？”你一阵无语，也懒得再解释。柳如烟见你沉默，抿唇一笑：“行了，我就不打击你了。不过陈凡，我劝你以后还是活得真实点，别再这么装了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知道我在这家西餐厅，所以故意赶过来的？”啊！你整个人都有点懵。柳如烟看着你，一脸认真的开口：“陈凡，以后你没必要在我面前刻意表现，有什么话直说就行。虽然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，但做朋友还是可以的。你也没必要偷偷跟着我，要是想约我吃饭，也可以直接约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会答应你的。”柳如烟在心想着，肯定是跟林有为相处有压力，心里不太舒服，又想到自己以前对他确实不错，所以他才会跟过来。听到这话，你懒得再废话，直接把筷子一放，起身就走。柳如烟怔了怔，错愕地问：“你干嘛去？不吃了？”反胃。你狠狠甩下2个字，大步离开。你怎么都想不通，他到底哪来的自信？柳如烟望着你离去的背影，苦涩地笑了一声：“或许是被我说中了，所以不好意思了吧。”与此同时，徐宝石回到了家里。爸，我要弄死陈凡，我一定要弄死他！别张口闭口就是打打杀杀，像什么样子？这次有为发病，全是被陈凡气的。我答应投资和天龙集团一起开发，徐宝石能去看看有为吗？生意是生意，感情是感情。有为和宝石本来就是老朋友，就算没有投资这回事，该治也必须得治。我和宝石一起过去，3人便到了西郊庄园的2楼卧室，随后就再次使用古大师的法子，用徐宝石的血去唤醒林有为。都怪陈凡那个糊涂东西，把我们有为害成了这样，我真是恨死他了！女儿这次睡得更沉了，要是再这么下去，几个月才能醒来一次，跟植物人都差不多了。以后自己要是不在了，家业又该交给谁呢？会不会是我们用错办法了？宝石之前提过，上回古大师还念了咒，这次只是单纯滴血，所以才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徐天龙话里有话的提醒：“徐兄，不瞒你说，让宝石过来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思，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。古大师治不了，上次是陈凡把人治好的。”你这张臭嘴，会不会说话？再去把古大师找来，不管成不成，都不能放过这一点希望，快去找！林震南满脸无奈，也只能再去找古大师。古大师和徐天龙早就商量妥了，简单通了2句话后就赶到了西郊庄园。经过古大师一番检查之后，脸色故作凝重的开口：“林小姐的确是被奸人气得旧病复发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法子能救林小姐，而且还能保证她以后都不会再复发。只要还有哪怕一点希望，就算拿公司股份来回报她也愿意。”古大师深深吸了口气，神情严肃：“恭喜，徐公子就是要紧的有缘人，只要让他们同处一夜，第2天林小姐自然会醒来。”在场众人全都愣住了，林震南突然皱起了眉，在心里暗暗盘算起来。另一头，你刚迈进云顶天宫，耳边就传来一道轻柔的声音：“你回来了。”你抬眼看去，坐在沙发上的顾云熙像是彻底换了个人，而是活力十足的运动装和俏皮麻映衬的像个青春明媚的大学生。快过来吃饭呀，菜都快放凉了。这还是那个总爱开玩笑的顾妖精吗？快点过来呀，愣着干什么？嫌弃我做的饭？他见你半天没动，脸颊微微发红。来了。你在餐桌边坐下，打量着那4菜1汤，坐下后也没闻到什么药味，心里反而更惊讶。怎么像是突然变了个人？你快尝尝，这可是我的拿手菜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肥瘦正好，入口即化。这至少炖了2个小时吧？你整个下午都在忙这个？一个顾家的大小姐来到天海，整个天海都为之震动，现在居然窝在厨房做饭，这真让人没想到。我从小就喜欢做菜，小学就开始琢磨下厨了。说到这里，他顿了顿，神情忽然有些不自然。你也会做饭吗？当然会了。18岁前老头子把我逼得可狠了，不光得做饭，还得洗衣服、酿酒，家务全是我干。那老头简直就是往死里压榨我。那个老头就是你师傅？那18岁以后呢？18岁之后他就打不过我了，我就让他给我洗衣做饭，只要敢不听话我就折腾他。你们的关系肯定特别好，能不能跟我说说他都教了你些什么？啥都学，医术、武道、风水、八卦、奇门阵法，还有面相八字。面相？你还会看相？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面相，看看以后会怎么样？他把2只胳膊都搭在桌上，满脸都是期待的看着你。你认真打量着他的脸，下一秒就愣住了，这还是第一次这样仔细看他。顾云熙察觉到你的注视，脸颊顿时染上红晕，目光也变得躲闪，却依然倔强的和你正面相对。看出什么了吗？再次认真打量顾云熙，可目光刚落过去，你的眉头就不由微皱。在普通人眼里，顾云熙绝对是顶级大美女，可放在七窍七宫的法则里，顾云熙的七窍位置偏偏落进了杀宫，这就意味着命短。
这种面相代表他早年多磨难，泪眉说明他天生父母不喜，和兄弟姐妹也不亲近。印堂倒是明亮，下颚也有光彩，可偏偏落进了杀宫。也就是说，他会在自认为最幸福的时候突然横死，你当场被惊到了。人们都说天煞孤星命不好，却不知道更可怕的是天煞孤人。怎么样了？你可别吓唬我，可不许说不好呀！要是不好的话，那就是你看错了。我现在可幸福得很呢。你勉强扯出一抹笑。以前听师傅提起这些的时候，你还觉得那是假的。这世上哪会有命这么苦的人？你笑什么？你不会觉得我是在骗你吧？真的，我现在真的觉得特别幸福。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幸福吗？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幸福？因为遇见了你。话音落下，他的脸上又悄悄漫起一层红晕，可那双眼睛还是倔强地望着你。你的心莫名颤了一下，总觉得他这句话和以前不一样，却又无法点明缘由。我去开门。还是我去开吧。小姐，我刚收到消息，省里已经决定开发140地块，投入的规模非常大，这块地的价值估计会翻倍。这么好的机会被陈凡弄砸了，我建议直接开除他。来天海是向家族证明能力，140地块本就是个绝佳的机会。冯叔叔那边也递了消息，只是还是晚了一步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明明就是陈凡的责任，你居然不打算追究？闭嘴！我说了，我知道了。140块造成的损失，我会亲手拿回来。你想拿下140地块？当然想，都怪你了，不然这块地早就是小姐的了，你必须负责。行啊，既然他想要，那拿回来不就行了？这事没你们想的那么难。陈凡。顾云熙忍不住扬高了声音，别人也许不清楚，可他心里明白，像徐天龙和林震南这种人物，140地块要开发的消息，用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会知道，他们怎么可能把已经到嘴的肥肉吐出来？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陈凡，希望你真能拿回140地块，以后我甘愿给你当秘书，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可要是你拿不回来，那你就老老实实辞职滚蛋吧。小姐，你也听见了，是他自己主动说的，我可没有逼他。我说了能拿回，那就一定能拿回。记好你刚才的话，到时候别反悔。你随口回了一句，心里根本没把那块地当回事儿。比起这个，你更在意的是顾云熙。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，可你们之间的婚约确实存在，而且他也的确是个很适合当妻子的人选。你绝不能让他就这么草率结束一生。你准备怎么把140地块拿回来？实在不行，那我就去找冯叔叔动用特权，把那块地硬抢回来。林震南，他这时候找我做什么？与此同时，西郊状元里，爸，他们现在怎么还没出来？徐宝石死死盯着书房，满脸焦急地发问。自从古大师说到要冲洗之后，林震南和赵雅兰就进书房商量去了。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。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？遇到大事要沉住气。显然很不满意儿子的急躁，随即话锋一转，阴恻恻地开口：“不必担心，他们既然愿意商量，就说明已经动心了。就算最后不同意，我还有后手。今晚我一定让你和林有为在一起。”他这话说的无比笃定。是，我等着呢。但要是能有林佑思陪着，反而让他更兴奋。她可是天海第一美人。等会儿拍个视频发给陈凡，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不这么对待，会是什么表情？还有一位未婚妻。这家伙怕是个骗女人的惯犯吧？徐天龙立刻递过去一个眼神，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林小姐的病已经拖不起了，拖得越久，后果只会越严重。这，我们还得再想想。哼，你们这是不相信我古某人？也罢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大师留步，我们不是不信，只是舍不得女儿的清白。哼，简直错得离谱。那我不妨告诉你，徐公子乃天生大贵之人，让他为你重病的女儿冲洗，那可是大造化，是你们占了大便宜。徐宝石竟是大富大贵之人？什么？我儿徐宝石竟是大富大贵之命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必要再瞒着了。其实徐公子根本不是什么有缘人，而是天生的诸子富贵命。我之所以用有缘人代替，不过是让你们少一点罪恶感罢了。所谓冲洗，本质上就是拿自己的气运去给别人治病。原来我儿竟是诸子富贵命，那这喜不冲了。爸，我不走，我不能走，我怎能眼睁睁看着佑薇病倒？我一直把她当成亲妹妹，我怎能眼睁睁看着她受苦？把气运给佑薇又能怎样？就算把这条命给她又能怎样？我绝不会走。林震南和赵雅兰都被徐宝石这番话打动，脸上也露出几分感慨。古大师觉得火候已经到了，转身便要离开。好，已经愿意为了救他毁掉自己这一生，倒还真是有情有义。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等你为他冲了洗，再把气运渡给他，早晚会有后悔的那一天。我就等着你后悔的那一天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房门被猛地撞开，两只脚从门外猛地伸了进来。
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问过我了吗？陈凡！徐天龙和徐宝石瞬间脸色大变，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紧接着，你身后又出现了一道人影，正是顾云溪。她换上了一身黑色长裙，整个人显得格外高贵。顾小姐，您来了！林震南和赵雅兰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，连忙快步迎了上去。刚才林震南打来的那通电话，就是希望他能出面把你请来治病。毕竟在天海混，得罪徐天龙还是得罪林震南，他只能选一个。我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，应该还没错过吧？不晚不晚，多谢顾小姐。真是太感谢了！林震南在他面前根本不敢多说什么，虽然对你满心怒火，但还是盼着你能治好林佑威。顾小姐，那就让他赶紧开始吧，佑威还在昏睡着呢。冲喜确实是个办，可也不能让女儿丢了清白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把他叫来，让他给佑威治病？有陈凡治疗，我还怎么能冲喜？徐天龙眉头紧皱，叫什么？是怕你们那见不得人的把戏落空吗？你此言一出，徐宝石和徐天龙瞬间浑身一震，不成被他识破了。邪恶计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摊了摊手，心里满是无奈。我真想不通你的智商是怎么当上首富的。前阵子林佑威昏迷，徐宝石就说他命定要冲喜。这次林佑威再次昏迷，他居然还想冲喜，多简单的问题，他们跟这个骗子是一伙的，为的就是睡你女儿。这话一出口，林震南和赵雅兰顿时看向徐宝石，顾云溪也皱紧了眉，脸色很不好看。你这是血口喷人！徐天龙则咬紧了牙关，虽然满脸都是怒意，却依然强行保持冷静。陈先生，我知道我们之间有矛盾，但话不能乱讲。之前我从未见过古大师，又怎么可能跟他合谋？我儿子能救林佑威，是因为他天生带着诸子富贵命，能为度气运疗伤。你冷冷一笑，诸子富贵命哪来的诸子？是那张脸吗？看来上次还是下手太轻了。你！徐天龙气得差点吐血。顾小姐，我真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跟这种狂妄自大的家伙搅在一起？这人嚣张跋扈，做事说话毫无顾忌，根本不值得赏识。我儿子比他强上1000倍，我比他强1000倍、10000倍。你哪儿强？强在被马骑过。徐宝石瞬间被噎住。他们是一伙的，想找证据就自己去找吧。还有，若不是顾小姐劝说，你们就算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过来治病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用再来找我。但有一个前提，天龙集团的股份得给顾小姐。他这是什么口气？在命令谁呢？可为了女儿的病，终究还得低头。我明白，我会把股份给顾小姐。你见目的已经达到，也不再废话，直接朝2楼卧室走去。站住，小子！你这个黄口小儿，怎么敢踢我？你这种只懂点皮毛的妖人最让人恶心，还敢再叫唤，我踹死！大厅里寂静无声，等你走进卧室，众人才猛地回神，想跟过去看看，可才走到门口，房门突然关上了。人长得倒是漂亮，可这副冷脸实在无趣，怪不得会来找我，原来是换套路了。说完，你掀开被子，把林佑威的衣服脱下，不一会儿，你将他调整到了治疗状态，将其渡入指尖，你手指带针，2分钟后治疗结束。怎么还不醒？治疗方法没错，看来还在睡眠状态。旁边站个大活人竟然不醒，真是睡得够死。陈凡，别说是男人，就算是女人也没有。林兄，你可不能信这种疯话！我愿意对天发誓，我之前绝不认识古大师，陈凡绝对是在污蔑我。顾云溪静静坐在一旁，眼神始终冷静。他心里虽然相信你，却拿不出相应的证据。林震南和赵雅兰沉默地坐着，谁都没有表态。他们心里很清楚，若这时对徐天龙发难，万一你没治好林佑威，那该怎么办？之后还得指望徐宝石和古大师，因此不表态才是眼下最好的选择。怎么样，佑威治好了吗？林震南和赵雅兰连忙起身追问，顾云溪眼里也写满期待，而徐天龙3人却紧张到了极点。你望向他们，居然还能这样和平相处，心里有些疑惑。林震南得知女儿被算计，居然还忍下去，真是个受气包。已经治好了，上去晃一晃他就醒了。醒了，佑威醒了！听到这话，林震南总算松了口气，徐天龙3人却愣在了原地。谋划了这么久，到最后还是被陈凡给搅黄了。这家伙这么厉害，还有林震南会不会相信他的话？要是信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
他们彻底慌了。顾云溪眼里满是崇拜，望着你浅浅一笑，随后又看向林震南。林先生，既然陈先生已经治好了令千金，也该履行约定了，把合同签了，把地交出来吧。然而突如其来的铃声响起，林震南接起电话之后，整个人愣住。什么？140地块周边要被重点开发。同一时间，徐天龙也接了个电话。140地块要被重点开发。见状，顾云溪微微蹙眉，这个时间实在太巧了，但很快又舒展开来，依旧相信首富不是言而无信的人。我们这回活了！徐天龙放下电话，内心激动不已。地块竟然暴涨了几倍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但他忽然有些后悔，要是再拖一拖，这块地就全是自己的，根本不用和林震南分。他眼底掠过一抹算计，紧接着开口：“顾小姐，我猜中了，你是提前收到了消息，所以才让陈凡来救佑威，对不对？”言下之意，赤裸裸地指出他为了利益算计，故意坑害林震南。顾云溪坦然开口，大方承认：“没错，不过我相信这块地无论翻多少倍，也没有林小姐重要。林先生一向爱女如命，就算提前知道消息，也还是会让她出手治疗。”徐天龙一时也无话可说，只好看向林震南。林震南思索片刻，终于开了口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：“为了女儿，这块地不管值多少钱，都可以当做枕金。顾小姐，我自然会履行承诺，不过合同需由顾小姐来签，不能让陈凡来签。”顾云溪微微皱眉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林震南神情郑重：“顾小姐可能还不清楚，我家右卫之所以昏睡，并不是徐兄和古大师设局，而是被你身边的陈凡气的。地我可以给你，但我绝不可能让仇人签字。”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全都懵了。你带着怒意开口：“你没脑子吗？”不必再解释了，就是你害的。林震南态度很坚决：“顾小姐的我给你，合同随时都能签。”许天龙忍不住大笑：“幸好林兄看得明白，不然我可就真被冤死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绝不能让陈凡来签。”林叔叔果然明智。徐宝石得意地瞥了你一眼：“我顾某从不做那些龌龊事儿，倒是某些人背地里根本不是东西。”古大师又重新得意起来。顾云溪气得不轻：“没有你的签字，按照和张双的赌约，你就得离开。到了那时候，就算他再怎么解释，也无法服众。要是这个字，我偏偏就要让陈凡来签呢。”他气场全开，整个房间的气压都陡然升高。徐天龙和徐宝石脸上的笑都僵了，林震南的神色也沉了下来，但还是只能硬着头皮：“顾小姐，我无心与你为敌，但我看不上陈凡这个无耻之人。如果顾小姐非要逼我，那我只能毁约了。”顾云溪微微眯起双眼，这时候你冷冷笑了起来：“很好，这块地你们自己留着吧，我们不要了。但在明天天黑之前，我会让你们跪着求我把地收下。顾小姐，我们走。”顾云溪本想继续施压，可见你态度冷到了极点，他还是点头跟着离开。等你们走出别墅的时候，徐宝石忍不住骂道：“呸！什么玩意儿，还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真是个垃圾东西！”林兄英明，为了庆祝，明天在140地块办破土仪式怎么样？徐天龙心情大好，地块暴涨，还顺势把矛盾甩到了你头上。除了儿子没能睡到林佑威，今晚堪称完美。林震南没有附和任何人，只是摆手让他们离开。楼上的赵雅兰终于忍不住了：“你为什么？”林震南叹了口气：“不管真相到底如何，顾小姐终究要回地京，陈凡迟早会变成废人，可天龙集团却会一直存在。真要牺牲一个人，只能是陈凡。”话音刚刚落下，林佑威从房里走了出来，眉心紧紧拧着：“爸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小看陈凡了？”你和顾云溪离开别墅，他心里的怒气依旧难平，认为林震南忘恩负义。他见你脸色发沉，主动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受这种委屈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情了。”顾云溪越想越内疚，你轻声安慰他：“别怪自己，是他们太没有底线。”说到这里，你的语气忽然变得坚决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做点什么了。”停车，我得下去办点事。顾云溪愣了一下：“你想干嘛？别冲动，他们可都是天海市商界的大人物。”放心，我要让他们乖乖跪下，亲手把地送回。你话音落下，便猛地拉开车门跳了下去。顾云溪失声惊呼：“陈凡！”可等他再睁眼一看，你早已跑出老远。20分钟后，你的身影落在了140地块，你眼神微微闪动，脚步沉稳地围着地块踏起八卦步，一边仰头查看星象，脸上透出前所未有的庄重与决绝。之前你从未动用过特殊手段，但这次林震南彻底惹怒了你。虽然你不擅长商战，但你可会施法。1个小时过去，你沿着地块走完最后一圈，一脚重重踏下，冷声暴喝：“闪开！”轰隆，地面仿佛颤了颤，夜空中一颗流星闪过。次日，省里拍板重点开发140地块周边。这个消息传遍全城，大家原以为徐天龙要遭重创，却没料到最终小丑竟然是你。有人粗略估算，只要开发推进顺利，徐天龙这一次能狂赚20多亿。只可惜得和林震南平分一半，想到这儿还在懊悔。宝石，你去盯住现场，再过1个小时破土动工仪式就开始了，现场布置一定要弄得体面一点。徐宝石满脸得意：“爸，你就等着瞧吧。陈凡那个小瘪三儿还想让我们下跪，待会儿我就让他当众丢尽脸面。”云顶天宫张双急匆匆冲进了别墅，手里还攥着一张邀请函，那是天龙集团送来的破土动工邀请函，上面还特意顶明陈先生必须到场。你随手接过那张邀请函：“陈先生，你看完这封邀请函有什么想法？”“能有什么想法？既然人家请了，那就去呗。”“你这人的脸皮可真不是一般厚。”张双顿时气得不行，转头看向顾云溪：“小姐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他没拿回土地就该主动辞职，这些话你也听见了。”顾云溪面露难色，他知道土地多半拿不回来，可他又舍不得让你离开，只能硬着头皮开口：“今天只是破土动工，也许还有机会回到我们手里呢。”小姐，他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？张双被气得直跺脚。
你懒懒地站起了身，走吧，去瞧瞧这个动工仪式，说不定有惊喜。话刚落下，你已经率先迈步出门，顾云熙和张双只能无奈跟上。仪式现场人潮涌动，天海的名流全都到了，四周的冷嘲热讽不断。陈凡居然还真敢来，顾小姐怕是后悔死了。地没拿到，还得陪着看他出丑。顾云熙听得脸都红透了，张双更是一直狠狠瞪着你，可你只是淡淡一笑，根本没有理会。就在这时，徐宝石拨开人群走了过来，装出一副客气模样。顾小姐，欢迎您大驾光临，不过您实在不该把这种人带来。顾云熙的脸色冷若寒霜，我带谁过来，还轮不到你来过问。徐宝石被怼得脸色发青，心里恶狠狠发誓，早晚要把他弄到床上。失陪。你看着他狼狈走开，随口来了句：“那就多谢你了。”顾云熙听完，忍不住轻轻笑了笑。而在人群中，柳如烟也看到这一幕，气得直跺脚，一边还惦记着，一边还勾搭顾云熙，死渣男，臭渣男！徐天龙和林志南穿着正装走上台，徐天龙拿起话筒，满面春风的开了口：“在破土洞国中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陈凡。要不是有他，我也拿不到这块土地。多谢你了，陈先生。”徐宝石也郑重地鞠了一躬，感谢你把省里重点地块让给我们，我感谢你祖宗8辈。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，谁都听得出来，他们是在拿你开涮。不客气，你们哭的时候别骂我就行。你语气平淡地回了一句，四周目光顿时露出鄙夷。林志南忽然开口：“其实我也得感谢陈，要不差我也进不了这个项目。”他稍稍停顿了一下，昨天他把我女儿气得旧病复发，我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却主动找门来说自己能治，要求让我想办法拿到这块地，并且给他。我便去找徐总商量，徐总因为担心佑威，当场答应分我一半土地。可佑威清醒后说自己是被他气晕的，所以我最终没有把地给他。至于他为什么非要这块地，我也是今晚才明白。马上被重磅开发。这番话一出，整个现场瞬间安静下来。林有为猛地朝父亲看去，怎么能这么爽？短短一瞬之后，谴责如潮水般涌来。小人，他早就知道这块地要开发，所以算计林小姐。活了多年，还真是头一回见，败类！顾小姐，赶紧让这种人滚蛋，不然他一定会连累你的名声。这种人简直就该被千刀万剐。顾云熙死死攥紧拳头，林志南怎么能这样颠倒是非？而柳如烟则是满脸震惊。难道这真是陈凡做的？而整个现场只有你始终神色不变。这些人早就无耻到了毫无底线的地步，又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没错，你们说的都没错，我就是想要这块地，到现在也一样。你们要是愿意，我随时出100万收下。”此话一出，全场更是炸了锅。真无耻！你脸呢？这块地至少值20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拿100万就想买？徐宝石当场怒吼：“顾小姐，立马把他撕了！”顾云熙一下愣住，心里满是疑惑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地怎么可能只值100万？闭嘴，别让小姐跟你一起丢人。张双厉声呵斥：“你神情散漫，我这是替你们着想，现在还能给100万，再过一会儿可能就分文不值了。”行了，少说废话，仪式赶紧开始吧。你缓缓抬头，迎上徐天龙狠厉的目光，他脸色铁青。用不着你提醒，破土动工自然会开始。不过我也得提醒你，这块地绝不会出售，你的算盘注定要落空。林振南轻蔑一笑：“徐董，别搭理这种毛头小子，我们是给顾小姐面子，才没把她直接赶出去，还是先开始仪式吧。”徐宝石恶狠狠盯着你，满脸不爽的低声嘀咕：“这家伙就是个神经病，等着，顾小姐肯定会把他开掉，最后选我做合作伙伴。”徐天龙高声宣布：“大家不用放在心上，不过是个小人而已。接下来仪式正式开始，首先有请古大师登场。”生意人向来最讲究仪式，每逢项目开工前都会请来一位大师。今天这位大师正是古大师。他出场时，几名员工抬着供桌走了过来，猪头、水果、糕点齐全。古大师身披布袍，手里握着长剑，他走到桌前，点起香烛，嘴里低声念着咒语：“吉日良辰，天地大开，四季平安。”长剑被他抛向10几米高的半空，随即开始往下坠落，最后稳稳地插进地里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纷纷惊呼：“果然是高人！”古大师抬手指向地面：“此处乃是福地，挖开可是福气外溢，保障施工顺风顺水，财源广进，就从这儿开挖。”徐天龙和林志南连忙恭敬鞠躬。多谢古大师。见到这一幕，你直接被逗笑了。傻狗，一个半吊子骗子，把2个蠢货耍得团团转。声音明明不大，却在这一刻格外刺耳。一瞬间，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你。他们说什么？徐宝石怒目圆睁：“你才是傻狗，拿不到地就故意来捣乱。顾小姐怎么能留这种小人？没错，这都是什么人啊？顾小姐，快让他滚蛋！”就是。事情闹到这一步，顾云熙也不好再帮你，压低声音开口：“别说了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那根本不是抚慰，而是栽位。”古大师怒气冲冲地扑了上来：“你这个小子也敢质疑我？我3岁开蒙，8岁拜师，16岁就……停！你要是不想挨揍，就离我远点。”你。古大师吓得猛一哆嗦，赶紧往后退去。徐天龙和林振南正想发作，一直没开口的林有为终于出声：“爸，徐叔叔，开始吧，再拖下去，错过吉时就麻烦了。”徐天龙咬牙切齿：“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抚慰！林兄，我们开挖！”4个人的目光都锋利如刀，挖锹声跟着响起。可才挖了没几锹，咚！地面突然塌陷，徐宝石整个人当场掉了进去。那个足有1.5米的深洞中满是密密麻麻的蛇，周围的人瞬间向后退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挖到蛇窝了，这是凶兆啊！林志南和徐天龙面面相觑，古大师也傻眼了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张双吓得脸色惨白，他最怕蛇这种东西，差点直接尿裤子。顾云熙抓住你的手臂，神情紧张。你只是淡淡一笑，这才只是刚开始。
众人愣神时，徐宝石已在坑里尖叫：“救我！爸，救我！”徐天龙这才猛然回神：“快救我儿子！”徐宝石很快被救上来，身上还挂着好几条蛇，随后被抬上担架送去医院。我早说了那是灾位，你们不信。现在好了，一炒下去就挖出蛇窝，你儿子还能不能活都难说。这仪式还继续吗？你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。现在我出价90万。众人再次齐齐看向你，这次没人敢再出言不逊，每个人眼里都带着忌。你难道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？闭嘴！徐天龙怒火冲天，恨不得当场把你撕碎。他心里特别想去看看儿子，可是他身为老板，走掉算怎么回事？我绝不会让你这种小人看笑话。仪式继续，这只是古大师一时失手，换个位置就好了。古大师重新挑。古大师额头直冒冷汗，却不敢顶嘴。没错，刚才是现场有小人扰乱了我的心智，这次绝对不会再出问题。去！这块地就是财权，只要挖开封土，必定财源滚滚。哇！徐天龙一把抓起铁锹，林震南也立刻跟上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一铲子落了下去。土块被翻开后，就像泉眼被打开一样。白蚁，这是挖到白蚁窝了！林震南当场愣住，徐天龙脸色铁青，古大师也彻底懵了。林维猛地转头看向你，柳如烟也满脸震惊地看着你。顾云熙慢慢转过头，脸上写满疑惑。这块地我出80万。这话一落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你身上，每个人眼里的疑惑更重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徐天龙几乎失去理智。我徐某人宁可不要这块地，也绝不会卖给你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你只是微微一笑，懒得搭理。林震南脸色阴沉。一开始他还想着会赔点钱，可省里的重点投资直接改变了局面，现在这落差实在太大。再换一块选，我就不信能一直这么倒霉。对，再挑一块，到底行不行？给我一句痛快话。古大师冷汗如雨，他还是头回碰上这种怪事。行，当然行，下一块肯定没问题。他快步走向另一块地，这是寿宫地，住在这里的人都能福寿绵长。徐天龙和林震南拼命开挖，一锹砸下去，数百只蜈蚣瞬间铺天盖地冲了出来，尖叫声顿时四起，人群吓得四散逃开。古大师脸色惨白，这怎么可能？70万！你神色淡淡的开口，徐天龙满脸狰狞，我今天还真就不信这个邪。结果涌出来的是毒蝉。60万！徐天龙控制不住的叫起来。你个废物，要你有什么用？老子自己选。他随手又是一锹挖下去，尘土泥块被掀开，无数蝎子蜂拥而出。这一次不只是徐天龙，连围观的人都彻底崩溃了。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？要是再冒出壁虎，五毒可就全凑齐了。这还怎么开发？这还怎么住人？徐天龙瞬间呆在原地，心里的绝望难以言表。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这地就算便宜也不会有人肯买。陈凡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这一切都是你干的，你故意挖坑害我们！少说废话，50万卖不卖？这块地别说50万，就算5万，他们都觉得贵。林震南差点气得吐血，50万这块地他自己可是花了6.5亿入股，没开发之前至少能值20个亿，现在50万卖给你，这贬值也太狠了！我要宰了你！我要弄死你这个小瘪三儿！你轻轻一笑，还没等你出手，顾云熙突然挡在你面前。你敢碰他一根头发，我就动用家族力量灭你全家！不信你就试试。顾小姐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护着他。我儿宝石哪点不比他强上千万倍？你儿子被马骑过。徐天龙当场哑口无言。顾云熙收回视线，嘴角含笑。仪式结束了，陈凡，我们走吧。这时候你想了想，又随口问了一句：40万卖不卖？不然30万。徐天龙被气得两眼一翻，当场昏死了过去。回去的路上，顾云熙笑吟吟地问：这一切都是你弄的？你总觉得他像是变了个人，不像之前认识的顾云熙，现在反倒更像林家大姐姐。相比之下，你还是更喜欢顾妖精。你猜？还敢让小姐猜？真把自己只是个打工的给忘了。小姐，之前的承诺还得兑现。陈凡没拿到地，就该主动离开。顾云熙的脸色瞬间沉了下，情况你不是看到了？这地根本没价值，你还想让我往里赔钱？
张双被怼得一时无言。赌约照旧，他们很快就会求着把地给我。你随意回了一句。陈凡、顾云熙满脸不解，明明自己已经替他解围了，他为何还要主动找麻烦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朝顾云熙微微一笑。我不是为了打赌，是想帮你做出成绩，彻底甩开那个傻子，让你真正有自己的选择权。当然，如果最后你选了我，那我就带你去找剩下6位未婚妻退婚。要是不选，就当与他退婚完成，然后继续去退婚。顾云熙俏脸微红，轻轻开口：“有你在，真幸福。”幸福。听到这2个字后，你忽然想起还有件事没做。顾云熙命里带煞，得先帮他化解，但眼下条件有限，先给他做个护身符吧。停车，我得下去一趟。你突然开口，顾云熙微微一愣，还以为你会说别的话，没想到居然是让停车。难道是自己刚才说的太直白了？张双立刻把车停下，等你走后，他试探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？”顾云熙把脸转向一旁，神色清冷：“好好开你的车。”你下车之后就打电话联系了张扛鼎，没过一会儿，一辆玛莎拉蒂停在你面前，车上的柳如烟神情严肃地盯着你。上车。很明显，他已经盯你很久了，直到顾云熙的车走远才现身。你顿时有些无奈，怎么走到哪儿都有他？不必了，有人会来接我。柳如烟翻了个白眼，她自认已经摸清陈凡的性子，最爱故作高冷，然后又在背后偷偷跟着，还特别能装，一旦被拆穿就会恼羞成怒，不然她为什么会下车？肯定是发现自己在后面跟踪，所以主动下来给他机会，却又不好意思承认。他想了想，索性懒得拆穿你。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怎么知道这地方不能开发？地下全是毒虫。说罢，他一步步逼近，你本想直接离开，可也知道他不问出来绝不会罢休，只好淡淡回应：“是我施的法，把那些毒虫引过来的。”噗！柳如烟当场笑喷：“你不想说就算了，你真当我傻吗？还施法？”他压根不信你能在监狱里学会这些。见此，你神色淡淡：“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”当然有问题，你和林佑爷已经彻底结束了吗？我们本来就没开始，又哪来的结束？因为我……听到这话，你当场吓了一跳，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柳如烟看到你这副反应，以为自己猜中了，顿时一脸傲然。我早看出来了，你也不用再藏着掖着。刚开始是觉得你不靠谱，可这几天接触下来，我发现你还算可以。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，以后……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他话都还没说完，发现你已经快步走远，他赶忙追了上去。追女孩子要大胆，你总是遮遮掩掩，而且你心里明明有我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你停下脚步看着他，你为什么这么普通，却又这么自信？不信？柳如烟脸色一变，脸色通红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你才普信！不就是运气好一点被顾小姐看中了？要是没了顾小姐，你什么都算不上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玛莎拉蒂前面，张扛鼎推门下车，直直看向柳如烟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一直跟着陈先生想干嘛？”柳如烟见状，心跳加速。他还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天海市的地下皇帝，那股压迫感实在太强，仿佛被死神盯上了一样。随即你迅速坐进车里，一点时间都不愿多留在这儿。走吧，不用管他。好的，陈先生，我这就开车。张扛鼎飞快坐回驾驶位，乖顺的像条狗。柳如烟目送劳斯莱斯远去，1分钟后才回过神，随后咬着牙：“还不是靠顾云熙，现在装得越高，将来就会摔得越惨。等你一无所有那天，你一定回来找我。”我就等着这一天，看你还能不能继续装。车内，张扛鼎一边开车一边低声询问：“陈先生，如果您觉得他麻烦，我可以替您解决他。”张扛鼎还以为柳如烟是个捞女，想纠缠你。算了，躲着他点就行。你随口又问了一句：“你知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毛玉石？”张扛鼎面露难色，思索一番后缓缓开口：“您是想要没见过光的毛玉石，还是里面得是玻璃种的？玻璃种已经好多年没出新的了，这实在太难找。”你转念一想也对。他们又没有透视眼，也感应不到气，自然没法分辨。张扛鼎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不过天海有条玉石街，或许可以去碰碰运气。听说那里以前开出过玻璃种。”你点了点头，开口说道：“那就去看看吧。”没过多久，你们就到了玉石街。你径直往前走去，停在一个油腻的摊主前面。摊主见你走过来，心里顿时一跃，看这模样就知道根本没什么经验。老板，来看看我的货，我这儿的石头个个都能出玉，而且石头成色都特别好。3年前我们这儿就开出了块帝王绿，我当年2万就卖给了一位老板，人家转手就卖了几千万呢。这一批料子就是同一批，没准里面还藏着帝王绿呢。旁边那些商贩们听见这些话嗤之以鼻。摊主嘴里的故事，除了保证能出玉这件事是真的，其他全都是瞎扯。你没搭理摊主的吹嘘，转了一圈后，目光落在一块拳头大的黑石上。这块我买了，多少钱？周围的人都看愣了，哪有直接说出来自己想要的？真是个愣头青，活该被宰。摊主差点当场笑出来，心里默默盘算，坑的就是你这种自以为是的蠢货。老板果然好眼力，不瞒您说，我也看好这块，原本都打算留着自己开，看您和我有缘，您要是真想买，一口价10万。话音刚落，你直接给钱。什么？这就把钱给了，连价都不还？果然是个愣头青，这块石头撑死也就值1000块，活该被骗，就该让社会狠教训一顿。周围人见你真就直接给钱，纷纷露出讥笑。摊主也没想到你会这么痛快，差点笑出声。老板真敞亮，不过咱们这儿有规矩，东西一旦卖出概不退换，
赚了算你有本事，赔了就是你自己看走眼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话音才落下，你伸手就把石头表皮抠掉，咔，发出一声清脆声响，下一瞬，一抹耀眼绿光透出。我靠，什么帝王绿？围观的人瞬间全都看傻了。发了，光这一个切口，起码就值上百万。要是里面全是满绿，价值起码得上千万。这么多年没开出过帝王绿，没想到这人真是大师。看到这一幕，你心里一阵欣喜。果然没看错，用这种质地的玉石筑其护身，不仅能带来好运，更可能抵一次生死灾祸。要是送给顾云溪，至少短期内不用担心他有性命之忧。你收起玉石，正准备转身离开，等等！摊主突然喊住你，手里拿着一块相仿的毛石。小兄弟，你拿错了，你买下的是这块，你手里那块是我的。你的？你微微一怔。当然了，2块石头长得太像，你刚才拿错了，赶紧把石头还给我。听到这话，一直站在你旁边的张扛鼎眼睛顿时一瞪。你他妈想耍赖？信不信老子把你扔河里喂王八？摊主却一点都不怕，觉得你手里的帝王绿至少值300万，只要这一次能弄到手，以后就什么都不用愁了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一句话，石头留下，你们现在就能走；要是不留下，你们今天人也别想走，我让你们从这条街爬出去！周围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还是把石头留下吧，你们斗不过他的。这帝王绿值好几百万，你压不住这份财的。你们最好想清楚后果。摊主越发得意，双手抱在胸前。我不想再说第2遍，把石头留下，滚蛋！还有你，刚才敢骂我，自己抽自己2巴掌！哼哼，这家伙不是地下皇帝张扛鼎吗？居然被人当街威胁！你大爷的！老子现在就弄死你！你给我等着！三哥快来，我让人给打了！都他妈给我滚开！敢在玉石街闹事！几个壮汉提刀冲了过来，周围的人立刻躲远。三哥，他们抢我的石头，还打人！今天我要让他们爬着出去！妈的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连我的人都敢动！为首的三哥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可当他看见张扛鼎的瞬间，整个人都吓傻了，想说的话直接咽了回去。这位可是地下皇帝。嘿嘿，你不是狂吗？今天不让你跪下叫爷爷，我就不混了！叫你大爷，给我闭嘴！他双膝一软，跪在地上，满脸谄媚。爷爷您来了！周围人全都看傻了。三哥，三你大爷！这是张扛鼎，还不赶紧跪下叫人！什么？人人都知道张扛鼎，但真正认识他的少之又少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您带着孩子过来的，对不起。大家也都误以为陈凡是张扛鼎的孩子。你们这群瞎了眼的东西！这是陈先生，是我主人。哼，老子今天非把你丢进河里喂王八！什么主人？算了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这种小事还不至于闹出人命，折损福气。打断他的四肢，扔到马路上讨一辈子饭就行。是。张扛鼎连忙应下，迅速打电话去安排。陈先生，阎王好哄，可小鬼难缠。很多人都没见过我，所以这都不碍事。哪里能买到刻刀？您要雕刻，这个我清楚。天海市玉石界张大师开的藏宝阁，他的雕工在国内都是响当当的，不少外地大佬都专门请他出手。本来想亲手雕刻，但既然有人代劳，也未尝不可。没过几分钟，你们就到了藏宝阁，入眼全是琳琅满目的雕刻作品，其中一件是用3米高泰山石雕出的仙界图，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，看得人叹为观止。骗子！这里全是骗子！把玉石赔给我！不止骗玉石，还骗色！我什么都给你了，你放开我！不得好死！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再敢胡说，就把他的嘴缝上！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！你们别来这里！藏宝阁就是个骗子窝，骗钱又骗色！听到这话，你微微皱眉。张扛鼎也是一脸错愕，没等你们开口，这不是张扛鼎吗？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您来的正好，这位可是天海市的地下皇帝张扛鼎，也是藏宝阁的贵客。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可不介意请张扛鼎亲自出手，让你永远闭嘴。在天海市，谁没听过张扛鼎的大名？妇女顿时被吓得闭了嘴。这怎么回事？李康，正是眼前这个男人，张大师的亲传弟子，就是个跑来坑词的女人，想讹上我。她再敢乱叫，那就只能劳烦虎爷您出手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家有一块祖传玉石，
可最近我丈夫病情加重，急着用钱，我就想着拿来这里雕一雕，卖个好价钱。可我来的时候，他们却把我的玉石给雕爆了。我想把玉石要回来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可他还是不肯把玉石还给我。这话一出，张扛鼎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道义有道，拿一个女人开刀，算什么本事？李康顿时恼羞成怒，径直朝那妇女走了过去，挥起的拳头眼看就要落下。这一拳要是打中，至少能把妇女打昏过去。可偏偏就在这时，你突然出手，牢牢抓住李康手腕。你不是圣母，也不是什么事儿都管，但你闻到妇女身上满是药水，这明显是长期照顾病人才留下的。把话好好说清楚，别急着动手打人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你个小瘪三也想主持公道？张扛鼎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想动我吗？在天海市，谁不知道他是地下皇帝？但这个皇帝也不好当，也有很多人不敢惹，比如藏宝阁。毕竟张大师人脉广大，真的闹起来未必能赢。李康，说话注意点态度。这位是顾小姐的合作伙伴，陈凡陈先生。原来是陈先生啊！不过就是个打工的，根本不值得重视。陈先生既然能被顾小姐看中，想必眼睛不会瞎吧？他说的都是假话，您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！妇女趁机挣脱了控制，扑通一声跪地哀求：“陈先生，如果我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求您替我做主。如果我拿不回这笔钱，我丈夫就真的活不成了。”你个吃软饭的打工仔，还敢接连2次对我动手，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信不信我一句话就弄死你？都是误会，陈先生，藏宝阁的人脉很深，他们那点人脉，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把他的玉石立刻还给他，再拿出500万给他赔偿，否则我就摘了你藏宝阁的牌子。谁敢摘我藏宝阁的牌子？门口传来一道声音，一名穿着唐装、满头银发的老头迈步走了进来，一边走一边咳嗽了2声。来人正是张大师。店里众人连忙打招呼：“师傅！”李康一瘸一拐地迎了过去，直接恶人先告状：“师傅，这个恶妇满嘴胡言，这姓陈的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打人，还口出狂言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”张扛鼎，你好大的架子啊！别忘了，那个人马上就要回来了。我劝你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命吧。你就是顾小姐的合作伙伴，年轻人啊，一步登天之后张狂点也正常，可也得分得清对象。狂错了地方可是会毁掉一辈子的。就凭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我按理该不轻饶你。不过看着在顾小姐的面子上，去门口鞠个躬道个歉，然后滚出去。你不会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吧？在我师父眼里，你不过是一只蝼蚁，捏死你都不费半点力气。他就是陈凡，一个小人物一步登天就被灌得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来张大师这里撒野，也不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，赶紧给我滚出去道歉，要不然张大师一句话，顾小姐都得立马把你开掉。张扛鼎心脏狂跳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看样子他也不敢招惹张大师。你看他这副模样，直接被气笑了，冷声开口：“老东西，你连事情原委都不问一句吗？”你说什么？你也敢对张大师不敬？找死！无耻小辈，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逊！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顾小姐，没有非到容着你的理由。赶紧去门口跪下道歉，不然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难怪雕出一堆狗屁不通的东西。原来这老家伙不仅眼昏花，心术也不正。正好，我也懒得再废话，这块牌匾你就别要了。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东西，竟然真敢摘我的牌子，你是在找死！张扛鼎吓懵了，他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，谁能想到你真敢动手？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恐怕张大师这些年结交的人都会来找你麻烦，可你心里却半点负担都没有。这种沽名钓誉的老东西开着一家黑店，本来就该让他关门大吉。于是你随口说道：“这不过是给你一点小教训，你若是再敢骗人，我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”说完，你转身就要离开。站住！你敢砸我的牌子，打我的脸！现在还想一走了之？今天我跟你绝不罢休！张大师，滚开！
周围的人也纷纷冷笑，让他再嚣张。我早就说过，小人得志准没好下场，现在果然出事了。张大师可是名声响彻四方，听说就连天海最神秘的威虎山庄都跟他有交情，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等着看吧，用不了多久他就得跪下求饶。你对这些议论根本懒得理会，反正他们想玩你就陪他们玩吧。于是你低头看向那个一直满脸担忧的妇女，你丈夫得的是不是脑梗阻？你从他身上的药味里判断出了大概，但还要确认一下。妇女连忙点头，是陈先生，我是不是给您惹麻烦了？这不算什么，你去抓3层龙舌草和3层蛇尾草，每天2次，3天后你丈夫的病自然就会好转。去吧。这话一出，四周顿时又响起一阵嘲笑。他还装上医生了，脑梗阻可是世界难题，除非家里身价过亿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承担不起治疗费用。就凭几10块钱的中药也想治好，简直荒唐。听到这话，妇女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后却无比坚定地开口：“陈先生，药方我已经记下了，可我不能走。您是因为我才惹上麻烦，如果我就这样离开，那我还算个人吗？我愿意拿命来扛这个责任。”想走哪有那么容易？这时门口又传来一道声音：“陈凡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惹下了多大的祸？”所有人全都转头看去，说话的竟然是张双，而他前面站着的人居然是顾云溪。他怎么来了？要换成是我早就一头撞墙去死了！别再给小姐添麻烦！闭嘴！顾云溪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刚才他接到了很多电话，全都是冲着你来的，但都被他强行压了下去。他看到地上被摔碎的牌匾，也有些头疼，随即上前笑着开口：“您就是张大师吧？久闻您的大名。”今天这事儿，顾小姐不用再说了，这牌子就是我的命根子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她必须死。如果顾小姐非要仗势护着她，那我也敢拼上这条命一战。这话落下，顾云溪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摘人牌匾本来就是天大的事儿，更别说张大师还有不少好友都想对你下手。不过他既然认定你，当然不可能不保你。只是还没等他开口，你便先一步开口：“顾小姐，这件事我自己来解决。”老东西，你想怎么拼命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就站在这里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陈凡，你别说了，摘了牌匾不仅是砸了张大师的招牌，更是毁了他的作品，还是让我来处理吧。听到这话，你笑了笑。我可没有躲在女人身后的习惯。再说他的那些作品本来就是破烂，毁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此话一出，四周的马声顿时更大。张大师可是天海最出名的雕刻大师，放眼全国都有些名头，至今还没人敢说他的雕刻是破烂。顾小姐，我劝你马上把他开除，这种无耻之徒就是仗着你的名气胡作非为，无法无天。好，好，好，老朽今天真算是见识到了，竟然有人敢说我的作品是破烂。那你倒是告诉我，什么才叫好东西？只要你能拿出让我心服口服的好东西，证明我的作品是破烂，我今天就不追究你的责任。放眼全国，也不过只有那么几个人的雕刻能胜过他。此时周围的人群也跟着起哄，拿出来还你来做。原本你并不想亲自出手，可看到顾云溪为难成这样，你也不想让他下不来台，于是淡淡开口：“行，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界。”说完，你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玉石，把刻刀拿来。四周瞬间安静了下来，紧接着却爆出一阵哄笑。你这是想干什么？你不会要现场雕刻吧？这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？真搞不懂顾小姐到底看上他哪一点。顾云溪瞬间脸颊通红，神情也变得不自然。张双更是气得直咬牙，李康满脸都是讥讽：“你这种货色也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真是笑死人了！雕刻5年才算打基础，8年才能正式出师，12年方可登堂入室。这些你会吗？还敢跑出来丢人现眼？刀到底拿不拿？”顾云溪又喊了你一声，轻轻咬着嘴唇，心里想着实在不行也只能替你硬扛了。给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刻出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说我的作品是破烂。小心着点儿，可别把手给划了。周围的笑声接连不断，你却懒得搭理他们。在所有讥讽嘲笑的目光里，你一手攥着玉石，一手食指飞快翻动，一片片碎屑不断往下掉。当众人看清那块料子的时候，一个个全都愣住了。竟然是帝王绿，可惜落到你手里算是糟蹋了。一时间骂声反而更凶了。转眼就是半个小时过去，你进行最后的修饰，手里的玉石也被刻成了一个圆球。老东西，把眼睛睁大了看清楚，这才是真正的雕刻。众人听到动静，纷纷回头望去，只见你手里的帝王绿翡翠竟被雕成了一个圆润滚圆的球体。上面还刻着数十朵含苞待放的富贵牡丹，那精湛雕工看得人直啧舌，在场所有人都看呆了，尤其是顾云溪和张双，他们怎么都没想到你竟还藏着这般手艺。可李康却只是冷冷嗤笑一声，满脸不屑的嫌弃开口：“雕工太烂，简直不堪入目。
只能蒙骗外行。在行家眼中，这不过是破烂儿。接着他又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，称雕花是雕刻界最基础的技艺，还毫不客气地扁了个遍。闭嘴！你才是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不懂别乱说话，不要坏了老夫名声。师傅，雕花本来就是最基础的，我也没说错啊。滚！张大师根本懒得再理他，快步走到你面前。陈先生，能不能让老朽仔细看看？周围众人全都愣住了。张大师这是怎么了？